小王八蛋，你居然敢偷看你大师姐洗澡，怎么没把你打死？父亲，别，不敢当，你才是我父亲。真不知道老子英明一世，怎么会生出你这种禽兽？如果老子不是宗主，你个小王八蛋早就被切成片了。我和宗门长老商议了，觉得你已经不适合再当宗门继承人。废了，刚穿过来少宗主位子就没了。新的少宗主将会在3天后宗门大比中选任。没事儿，不就是个少帮主的名头吗？只要你老子我还活着，就不会苦了你。好好待着，过段时间给你娶几个后妈。我去，给自己娶几个后妈？这特么不会是觉得自己这个号练废了，准备开小号吧？少公主的位子没了，便宜父亲再开个小号，以后还有自己好日子过。骚年，想变强吗？这个声音，筒子，是俺在你挨骂的时候就来了。筒子，快救我！本系统为充值无敌系统，宿主可以直接使用灵石或其他蕴含能量的异宝进行充值，在商城中交易物品、修为、功法经文、仆人战奴、灵宠坐骑等等所有的一切。鹅厂系统真的能兑换大地境仆人？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。只要宿主有灵石，仙人都能给你抓来。这些能兑换多少修为？宿主可以兑换至玄丹境6重修为。玄丹6重，兑换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玄丹境6重修为。由于宿主首次充值，系统奖励首充大礼包1份。人族至强战体，光谷圣体，此血脉肉旁无双，体质大成后可教保大地。现在为宿主融合。荒古圣体，好强大的肉身，好恐怖的血气。宿主不要激动，只要你有灵石，还可以变得更强。所以骚年，赚钱去吧！赚钱？嗨，你们听了吗？宗门要重新选少宗主。该让他偷看柳师姐洗澡，不切了他都算好了。就是。大长老，可以开始了。是，宗主。宗门大比，玄丹境弟子可上擂台，坚守擂台，直至无人挑战者，一为第一。获胜者将中品灵石1万，封少宗主，宗门倾力培养。1万中品灵石，巨款啊！1万中品灵石，主角都是最后出场的。看来这次大比的结果已经出来了。柳青青这丫头不愧是宗门大师姐，不错，这丫头无论天赋还是品性，都比秦守那个混小子适合当宗门继承人。宗主怎么不笑？是不喜欢笑吗？哼，既然无人挑战，那便宣布结果吧。该我装逼，呸！该我出手了。秦守，少宗主，他要做什么？不会是想上擂台吧？哼，不可能！就他，我一只手都能虐。这小王八蛋的修为怎么会？这个混账！秦树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为什么不敢？哼！你想做什么？这是大比擂台，不是你该上来的。如果不想给宗主丢脸，就马上下去。听说大比第一可以做少宗主，是犹如饿狼盯上猎物般的极度炙热与锐利，还有1万中品灵石。很不巧，少宗主我想当，灵石我也想要。
玄丹境6重。秦少，你出手吧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将你打下擂台，我还要去领灵石。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，才拥有如今这样的修为，但你真以为凭借玄丹6重就能赢我？玄丹境7重，怎么会？我不信！这是神通，想不到柳师姐竟然领悟了神通。秦墨，第一是我的，谁也不能夺走。你输了，柳四姐输了。少宗主好强大的肉身。输了，我居然输了。那么现在我当少宗主，谁赞成谁反对？大长老怎么不笑了？是想到什么伤心事了吗？诸位长老，寿儿继续当这个少宗主，你们没意见吧？小混蛋，以后离我家青青远点儿，不然小心我切了你！本长老宣布，大比结束，少宗主禽兽夺得第一，往后可以自由出入藏经阁，修炼所需的一切资源，宗门优先提供。等下就问问，先要100几十万灵石。你真是禽兽，我儿子！你不是检查过了吗？也是，你藏的比谁都深。大长老，你们先下去吧。不愧是我儿子，老子打小就知道你会有出息。我要灵石，随便给100多万中品灵石就行。刚才风太大，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，多少灵石？100万？我看你像100万。父亲，好了好了，这里有5000上品灵石。5000上品灵石？灵石也给你了，快回去修炼吧，争取早日突破到灵婴。童子，我要充值。现在为宿主估算物品价值，所有价值5420上品灵石。5000多上品灵石，童子，全部兑换成修为。宿主花费3040上品灵石，获得灵婴境7重修为。灵婴境7重，比一些普通的内门长老都要强大了。少宗主，不好了！紫炎宗的崽子来闹事了！紫炎宗，直说，怎么回事？紫炎宗的大人物带着他们的少主，在咱宗门口摆了一个擂台，扬言要挑战宗门年轻一代所有人。柳师姐已经和对方打起来了，大长老叫你快去。紫炎宗在我们门口摆擂台，柳青青，凭你玄丹境7重的修为，根本不可能赢我。青云宗连个男人都没有了吗？居然要你一个女人出来对敌！逼崽子，敢如此辱我们！柳山道友，我家少宗主说话太直，还请不要见怪。不过少主也没说错，你们青云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哼！哼，神通，那就看看是你青云宗的神通厉害，
还是我紫炎宗更胜一筹。柳青青，还是乖乖认输吧。和本少相比，你还差点。不过以你的天赋，做本少的女人倒是可以。该死，他说什么？不如嫁入紫炎宗，本少保证给你提供大量修炼资源。若是愿意，我可以做主，送你一座中品灵石矿脉做聘礼。灵脉我可以做主收下，但要她嫁入紫炎宗，我看就不必了。玄丹境9重，难怪这么嚣张。是少宗主，少宗主来了！哟，我以为是谁呢？这么大的口气，原来是你这个废物！少宗主以前那是深藏不露，哎，还不是轻轻松松。百里岩，你在我青云宗门口射泪，想竖着出去，还是横着出去？哈哈哈哈！可笑，你们有这个实力吗？不过嘛，我也可以陪你玩玩。你输了，青云宗就必须割让一条中品灵石矿脉给我紫炎宗。好，我答应了。既然秦少宗主如此慷慨，那么少主你就陪他玩玩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少就收下这条灵脉了。本少让你先出手，免得……打完，收工。好猛！我愿称之为宗门第一猛男。禽兽！我要嘎了你！聒噪，连话都说不清楚，还杀我！畜生！擂台切磋，你竟下如此重手，心性如此恶劣，本座今天就带青云宗管教管教你。放肆！吴阳，我青云宗的少宗主，还轮不到你来管教。你们很好。不要忘记了，你们还欠我一条中品灵脉，希望紫炎宗可以在3天内完成交接。哼！哈哈，好小子，干得不错！大长老过奖了，3天后还要麻烦大长老和我一起去接管那条中品灵脉。小秦子，你放心，有柳师叔在，这条灵脉紫炎宗赖不了。好好休息，3天后师叔和你去。万魂幡，童子，将所有物品换算成上品灵石。丁，系统扫描中，正在估算物品价值。青云宗好，好得很。父亲，我们真的要割让一条中品灵脉给青云宗？区区一条中品灵脉，我紫炎宗还输得起？吴长老，你派人去青云宗，就说本座同意了，让他们1个月后可以前往流云山脉，接受那里的一条中品灵脉。记住，是1个月后。1个月？不错。青云宗不是要灵脉吗？那本座就给他一座废脉。是宗主。父亲，挖掘灵石的事，我要亲自去。言儿，你还是……此事有吴长老就行。不，父亲，我要亲自毁了这条灵脉，将一座废矿送给青云宗。
罢了，你去吧。多谢父亲。青云宗，禽兽，秦无敌真是好手段。明明儿子天赋如此强大，却让其隐藏多年，骗了玄州所有人。神功境1重，以现在的修为，加上荒古圣体的强大，上神功境巅峰，我也不惧。少宗主，紫炎宗的人来了，宗主让你去议事殿。紫炎宗来了。见过父亲，诸位长老。寿儿，你的修为，神功境。其实，神功境才是我真实的修为。紫焰宗来人，是不是关于那条灵脉的事？紫炎宗已经同意将流云山脉一处灵脉割让，只不过要求我们1个月后才能前往接收，理由是他们撤离弟子，矿奴需要时间。依父亲看，我们该不该等？哼，1个月后就是一条废脉了。寿儿，你和大长老、二长老即刻启程，前往流云山脉，不要害怕损伤灵脉，直接将其拘回宗门。紫焰宗之人若敢阻拦，当场镇压。我等遵命。老祖宗，秦无敌求见。快挖，快挖！不能给青云宗留下半粒灵石。都注意点儿，不要弄塌了矿洞。少宗主，一时之败而已。你现在应该好好养伤，争取突破到灵婴境界，再报一掌之仇，而不是来掺和这些小事。我有信心1个月之内突破灵婴境，到时候一定会狠狠将那个家伙踩在脚下，让他也尝尝被羞辱的滋味。我百里岩才是玄州最强的天才。这就是流云山脉吗？2位长老，我们下去吧。紫炎宗重地，不得擅闯。呵呵，原来是青云宗的诸位。本长老记得已经让人通知贵宗，1个月后才是交接之日。3位是不是来早了？不早，本长老正是奉宗主之命前来接收灵脉。若是紫炎宗撤离不了人员，本长老倒是可以帮忙。此事就不麻烦道友了，本座自会处理。道友只管1个月后再来便可。哼，1个月后留给我们的恐怕就是一处废矿了吧？秦少宗主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吴长老难道不是想拖延时间，好让宗门弟子挖空灵脉？什么？好狗胆！哼，本座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。还有强者。柳山，本座劝你还是乖离开。1个月后，我紫炎宗自会将灵脉交出。少宗主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2位长老不必担心，你们只管拖住那2个神功境巅峰就罢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少宗主，你不可逞强。无妨，区区神功8重，未必不是对手。
居然是特殊体质！杀了他们！海上生明月，分开逃了。好！该死，那小子的战力怎会如此强大？不过，逃得了和尚，逃不了庙。让他们逃了。逃走就逃走了。少宗主，你方才展现的异象，普通体质而已，两位长老不必惊讶。好了，还是先拘了灵脉，尽快返回宗门吧。迟则生变。收！灵脉已经收取，走吧，回青云宗。杀我宗长老，夺我宗灵脉，难道想就此离开吗？空间通道，踏虚境修士。神功境1重，小辈，就是你杀了我紫炎宗几位长老。将中品灵脉全部兑换修为。丁，灵脉由于开采过半，现在价值200万中品灵石，全部兑换修为，宿主修为提升至神功境6重。神功境6重，足够了。小辈，你笑什么？笑犯法吗？玄州哪条规定不能笑了？本座念你修炼不易，给你个活命的机会，只要以道心起誓，成为紫炎宗的战奴，便留你一条性命。做紫炎宗的战奴，太嚣张了！宿主，本系统决定了，给你饥荒50万上品灵石，将修为提升至踏虚巅峰，打爆这个渣渣！饥荒，童子，提升到踏虚巅峰，应该不用50万上品灵石吧？丁，2万多利息。好吧，我要。丁，宿主激活50万上品灵石，修为提升至踏虚巅峰。想让我当战奴，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了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待本座将你带回宗门，种下奴印。少公主，快走！小辈，你隐藏了修为，是不是隐藏修为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哼，试试就试试，本座还能怕你一个小辈？小辈，永别吧！该死，好恐怖，完犊子了！哼，你对力量一无所知。斩碎了。少宗主，恐怖如斯！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实力？老家伙，看来你的实力不行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上路吧。该死！凭你也想杀我？给本座破！不可能！本座堂堂踏虚2重，紫炎宗高祖，玄州的顶级强者，怎会连你的筋骨都挣不脱？不可能的。
惜。老二，你打我一下。哎呦！痛就不是幻觉。两位长老，我们走吧，该回去了。对，是该马上返回宗门。好恐怖的天赋！咱青云宗出怪物了！这就回来了，好快！少宗主，两位长老，开辟空间通道，可是需要踏虚境才能做到，是大长老还是二长老？宗主出事了！什么？你们杀了紫妍3个神功境，一个踏虚境，没骗本宗？不是我们，是少宗主一人杀的。臭小子，你……父亲，现在紫妍宗死了几尊强者，恐怕要发疯，你还是要早做准备。确实要做准备。大长老，传本宗令，召回在外所有弟子，本宗要上紫焰宗讨个说法。宗主英明。父亲，我想去宝库一趟，最近修为突破，需要不少灵石。拿，只要你修为能够突破，就算搬空宝库也无所谓。宗门重地，前人勿近。上品灵石，宿主充值100万上品灵石。宗主，青云宗欺人太甚，杀我宗几位长老，此事绝不能甘休。不错，青云宗那小畜生不知是何种体质，竟能在神功境1重杀神功8重，如砍瓜采菜，如此妖孽，绝不能留。不错，此子必须死。神功境1重就有如此战力，若是突破到踏虚境，岂不是要无敌玄州？趁其还未彻底成长，请出踏虚老祖将其扼杀。此事本座已有打算。吴长老，先召回在外的所有长老弟子，防止青云宗袭击。宗主，难道不用请出踏虚境老祖去灭杀那个小畜生吗？本宗吴长老只管召回在外的宗门长老便是。出来吧。怎么样，百里宗主考虑的如何？哼，堂堂紫烟宗主，踏虚境大修士，何时变得如此优柔寡断了？你身为一宗之主，对玄州的情况应该清楚。玄州明面上是3足鼎立，实际你我都清楚，3宗之中，青云宗的实力最为强大，已经压过你我2宗。现在再加上秦无敌那个儿子，要不了多久，玄州就再无我们立足之地。想要传承不绝，就必须先灭了青云宗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这样的道理，白不清楚吧？好，合你我2宗之力，屠灭青云宗。嗨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
玄州要变天了。听说是因为青云宗抢了紫炎宗一条中品灵脉，还杀了不少人。不错，我也听说了，据说连神功境的长老都死了好几个。你们的消息都不全，我三叔的二舅老爷的孙子的男朋友就在青云宗扫地，紫炎宗的少宗主百里岩输了一条灵坑给青云宗，人家青云宗可没有抢，只是拿回赌注而已。细说细说，什么情况？紫炎宗什么时候输了灵脉给青云宗？小二上菜，将店内好吃的都端上来。这才是仙二代的生活。少宗主，他们说你杀了紫炎宗的神功境长老，是真的吗？神功境而已，杀几个很难相信吗？努力修炼，往后你们也能达到。我们也能修成神功境。柳青青，她来这儿做什么？整天无所事事，居然修为比我高，真是没天理。这家伙不会还因为偷窥那事儿来找自己晦气吧？秦少宗主真是休闲啊，自己惹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然还有兴致在这乘凉喝茶。柳师姐不也是很闲吗？还有时间来我这串门？宗主命我来传话，要你即刻前往宗门广场。难道已经做好准备要上紫炎宗讨说法了？几天时间，紫炎宗在外的长老弟子也回来的差不多了吧？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。少宗主，好强大的气息！我感觉少宗主一只手就可以捏死我。好帅！这是掏老底了。出发，紫炎宗！臭小子，宗门大战和个人争斗不同，等下要是真打起来，你自己小心一些，老子可顾不上你。你照顾好自己就行。你个臭小子，可不要太过。虽然你杀了他们一个踏虚境老祖，但紫炎宗内踏虚境可不止一个。宗主，直接打进去，还是？不用，他们来了。青云宗，本座等你们很久了。秦无敌，想不到你真敢来我紫炎宗。为什么不敢来？你紫炎宗踏虚境的老鬼，居然出手劫杀我儿，本宗来讨个说法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讨说法！不过就怕实力。黑煞谷。哼，秦无敌，你也不要怪本座。青云宗发展太快，再这样下去，玄州将再无我们两宗立足之地。不过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如果你将你儿子交出，本座也可以让你青云宗免遭劫难。我叫你奶奶，给本宗死来！还是等我来吧。小子，就是你杀了我宗长老吧？果然是个天才。不过可惜，你很快就会死了。说完了。你说完了就好。
能！他虚境2重，一巴掌就拍死了！该死！这是什么修为？现在想逃，迟了点儿。我们知道你厉害，可你也没说这么厉害啊！早知如此，还大费周章做什么？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神功镜。这宗门大战，看着更像流氓打群架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真的！那个小畜生怎么会这么恐怖？一定是障眼法！都给我站住！谁敢跑，本少宗主饶不了你们！找到了。这是一条狗。这是什么异种？妖族？还有那方石台，居然能穿过我的道纹封锁。那个石台，至少都是一件大能重器。臭小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没事。老子，要不这宝库还是你先收着吧。不用了，宗门也需要资源维持，不然下个月发不出俸禄福利，父亲你就闹笑话了。宗门储存的资源不少，怎么会发不出俸禄福利？这里就交给父亲和诸位长老了。我去黑煞谷走走。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不尊重他爹了？哼！将所有值钱的都带走，然后我们去黑煞谷。是，宗主。也不知道谷主他们进行的如何了。以我黑煞谷和紫炎宗联手的实力，就算青云宗再强大，也翻不了天。不出3天便会有消息传回来，届时便可派遣弟子前往接收青云宗的资源。青云宗这些年积累不少，若能拿下，足够我谷再培养一批神功境。听说秦无敌那莽胡的儿子是个妖孽，年纪轻轻就战力逆天，能抓回来，驯服成为谷中战徒。好了，都安静。陈长老，你去安排。是，太上长老。召集谷中玄丹境以上的弟子，待谷主传回消息，便即刻前往青云宗。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是谷主传回消息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再给老夫说一遍！谷主他们的魂牌碎了，死了，都死了！不可能！天怎么黑了？这是……不，哪位大人在出手？要灭了我黑煞谷吗？
好恐怖！黑傻谷这是惹到了什么恐怖存在？童子，这条上品灵脉价值多少灵石？由于灵脉经过消耗，并被暴力拘拿，系统估算价值210万上品灵石。210万，加上宝库和黑明他们的储物戒，如今差不多有350多万上品灵石。紫炎宗那条黑狗能遁走，就是仗着手里有好东西。风雷翅王者神兵30万上品灵石，斩魂刀大能重器，一次性进气200万上品灵石。原以为300多万上品灵石怎么也算个小地主，结果还是穷鬼。系统有抽奖功能，宿主可花费10万上品灵石进行一次10连抽，奖品可能是任何物品，甚至有极大概率可以抽到圣兵，高风险高回报。风浪越大鱼越贵，先充值10万，抽一次看看。宿主充值10万上品灵石，兑换系统10连抽一次，抽奖开始。筒子祝您出门撞大运，筒子祝您出门撞大运。这么祝福，大可不必。啊，筒子真黑呀，风险大也不至于9个祝福吧。系统祝你出门撞大运，恭喜宿主抽中低级丹药。老子还不信了！10万，10万，再10万！筒子祝您出门撞大运，筒子祝您出门撞大运。不玩了，根本不好玩。恭喜宿主抽中战兵不祥之刃，恭喜宿主抽中神通偷天换日。不祥之刃，品级不祥，遇强则强，1刀创伤风，2刀见祖宗。偷天换日，道天大圣所创神通，蕴含空间法则，抬手间可偷取神念范内的一切物品。不祥之刃，偷天换日，就这，还遇强则强？系统出品，没有废品，宿主试下就知道。要不是这个世界没有电话，现在就拨打系统举报热线。这东西，对吧？希望这遇见能让我更进一步。啊呸！有脏东西！偷天换日，果然不愧其名。童子，将剩下的灵石全部兑换修为。花费180万，修为提升至悟道境6重。悟道境6重。算算时间，父亲等人也该回来了吧？父亲，好小子，咱发财了！那个巨大手印，现在想起来还是发冷。为此，甚至有人施展神通，将整片地皮都铲去了3层。收获不错，这些东西换成上品灵石也不算多，索性留给宗门。臭小子正好，和老子一起去宝库，将这些资源放入其中。宝库，去宝库？宝库内少了那么多上品银石，会不会以为遭贼了？真是不敢相信，青云宗居然灭了紫炎宗，还只用了1天时间。我前天还专门乘坐传送阵去了赤炎山脉，惨，太惨了！整个宗门连鸡蛋黄都一个一个咬散了，甚至
蚂蚁窝都用灵火烤了一遍。还有黑煞谷，据说有人见到是被一只巨手拍没的。也不知是何等修为的人物，居然有如此手段。呵呵，青云宗总算没有丢了圣帝的脸。圣子大人，圣人墓地还未出世，不如我们去青云宗看看如何？也好，子也想看看这贫瘠之地有没有入眼的天才。悟道境修士，两位为何擅闯我青云宗？本座乃青天圣地长老，随圣子大人前来青云宗视察，速速让你们宗主出来迎接。在下秦无敌，青云宗之主。两位道友是青天圣地来的？哼，道友。本座林征天，此次历练途经玄州，听说青云宗登上了玄州霸主之位，特来登门拜访。哼，林征天是吧？明人不说暗话，两位的所作所为可不像是来拜访。大胆，敢直呼圣子名讳！不好！哼！这位道友是不是太过了？过了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罢了。该死！你敢伤老夫！你敢动手！这次是林长老有错在先，本圣子不计较。道友下次若要动手，最好是先想想自己的宗门。毕竟区区玄州在圣地眼中，不过与蝼蚁一般。两位，我青云宗小门小派，玄州也入不了圣地的眼。若是没什么事，就不留你们吃饭了。宗主，这么多年来，青云宗倒是出了个像样的天才，本圣子很期待你上圣地的那天。最后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唉，你们跟我来。走，祖灵禁地。老祖宗，秦无敌求见。老祖宗，难道还有哪位偷偷活了下来？秦无敌拜见老祖宗，拜见老祖宗。这老人不是真正的活人，只是一个魂体。恐怖！小无敌，这个孩子就是你和我说过的禽兽吧？老祖宗慧眼，孩子，你很不错，年纪轻轻便达到了悟道境6重，就算老夫年轻时也比之不及。老祖宗过奖了。老祖宗，青天圣地的人来了。我知道。孩子，你现在一定很好奇，青云宗怎么会和一个圣地扯上关系吧？不错。老夫是青天圣地3000年前的圣子，那一代圣地出了2位圣子，老夫与其争夺圣主之位时落败，道基也受到损伤，无望胜任。作为一个失败者，老夫离开了圣地，
之后才在这玄州留下传承。老夫离开圣地之前，曾发下大誓，要培养出比当年自己更妖孽的天才，替自己再争一次。培养天才，再上青天圣地争一次，争夺圣子还是圣主？原本老夫已经要放弃，可你的出现让我再次看到希望。孩子，玄州太小了，养不起你。想要追寻大道，达到更高的成就，就必须走出去。不过，我也不会勉强你，毕竟圣地竞争太过凶险，一不小心就会丧命。好，我和你上青天圣地。好，不愧是老夫的后代，还是有些胆气的。你不用担心，在圣地中，我们这一脉还是有几个老古董的。谁想以大欺小，我秦族也不是好欺负的。什么时候上圣地？不急，玄州还有一场大机缘，这个月内便会出世。先将这份机缘收了，再前往圣地也不迟。大机缘，不错。州中藏有一座大圣道场，算算时间也该开启了，就在这个月内。大圣道场，大圣道场不是这么好闯的，不到悟道境，进去多半要死。老祖宗说，悟道之下进去都得死，那兽儿的修为在悟道境以上。青天圣子当代圣子出现在玄州，多半也是冲着道场来的，你正好可以和他交手，相信以你的修为不会输他。若是夺得机缘，对你日后的成长有大帮助。这是那座道场的地图，只有前半部分，你好生利用，去吧。父亲，若真如老祖宗所说，1个月后大圣道场出世，必然动静巨大，很可能附近几个大洲的强者也会蜂拥而来。宗门若想置身事外，最好是封山。封山！父亲和诸位长老只管留在宗门，大圣道场由我便可。唉，我们的修为确实太低了。按兽儿所说，宗门即日起封山，我这就去传令。死狗，你这阵法靠不靠谱？这可是花了老道的大半积蓄，要是不能传送进入道场，那就亏大了。死道士，本王的阵道造诣出神入化，亦都望尘莫及。区大圣道场禁制，随手可破。竟然是这里！按照得到的地图信息，大圣道场就在下方这片山脉中。果然在这儿，大圣道场。最多还有半月，禁制便会减弱到悟道境的程度。太初圣地也来了。叶青羽，太初圣地圣女，悟道境4重，红色肚兜。童子，下次不该看的别看。只看肚兜的话，俺可不是这样的童子。
有事。我家圣子让我来传话，机缘虽好，但也凶险异常。念在青云宗和圣地之间的渊源，道场开启后，你可以跟在圣子身后。真要遇到危险，圣子大人也能保你一命。回去告诉你家圣子，秦某的安危不用他费心，让他自己吧。若是倒在道场中，就成笑话了。哼，不识抬举，圣子大人能让你跟随，是你的荣幸。一些人莫要以为有些少成就能和圣子争锋，圣地的底蕴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哦，圣地的底蕴，圣地底蕴确实强大，但不代表你能和本座阴阳怪气说话。给你3个呼吸，滚！或者本座试试你的底蕴。哇！这人是谁？竟敢对青天圣殿长老如此不客气！圣子，既然他不愿意，那便算了。哼，圣子大人还是太过心善了。那种不识抬举之人，就算到了圣地，也只是个小丑罢了。还不如让他死在这里。林长老不必生气，一个不相干的人罢了。大圣道场开启了，是入口，道场开启了！大圣道场，好沉重的气势。童子，这青铜门值不值钱？由于只是普通材料，只价值10万。10万，极品灵石，换算成上品就是1000万，这还只是普通材料。圣子，道场出事，那青铜门户应该就是入口，我们是不是该……不急，先进去的不一定就是好事。想得到机缘，还是要靠实力。既然诸位道友都不敢先进去，那老夫就不客气了。你们先进去。前辈，你们有意见？我们进去。悟道。走。大意了，看来要提升一下修为，才能将这东西拆下来。依照老祖宗给的半张地图，道场外围早已，只需照着地图前往深处即可。哼，区区踏虚境阴魂，也敢觊觎我的血肉？这不是林长老吗？怎么藏头露尾？这是准备蹲我？小辈，你多次羞辱老夫，
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这把破烂匕首就是你的依仗？哼哼，破烂匕首，玄州果然是小地方。想来你这一辈子都没见过圣兵吧？能死在圣兵之下，对你也是一种荣幸了。哼，区区残缺圣兵而已。找死！这不可能，不可能徒手抓住圣兵。踏虚境，真以为凭借一柄残缺圣兵就可以杀我？哼，还想逃？不，老夫是圣地长老，你不能杀我，让老夫离去。老夫保证圣地不会追究你。哼！这老家伙从第一次见时就高高在上，现在想刺杀我，怎么可能再让其离去？慢着，有事。道友，可见过我圣地的林长老？不认识，没见过。好一件圣兵！该死！剁手！该死！果然不愧是青天圣地的圣子，连衣服都是圣迹。不过，本座现在可不惧你。这怎么回事？本座的锤子呢？该死！本座的圣兵是谁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好手段。给本圣子留下！哼！小辈猖狂！就算你是青天圣地圣子，可凭借悟道境3重，难道还想留下本座？悟道境7重而已，看本圣子斩你！你找死！统泽，这2件圣兵值多少灵石？2件圣兵价值20万极品灵石，宿主是否需要交易？才20万极品灵石，这可是圣兵啊，才值这么点儿。系统兑换圣人1重修为，只需10万极品灵石。好吧。小子滚开，不要挡道！无量那个天尊，该死！小子，
你想害本王？无量天尊，道友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圣人识海，小子滚开！来不及了。完了完了，这个鬼东西追来了！窥天境7重的阴魂，擅闯道场者死！无量他奶奶的天尊，你们瞎吗？怎么就认准了道爷2个？听说黑狗血可以辟邪，快滋他！老骗子，等本王出去了，咬死你！佛门的圣兵，法器不错，可惜修。圣兵虽克阴邪，但他们发挥不出几分威力。闯道场者死！该死的死狗！道爷早就说了，不要动那2具圣尸，你偏不听。老骗子，本王搬的时候你也没闲着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撑不了多久。死狗，算贫道借你的，快滋他们啊！等到出去，贫道给你多分半成宝贝。老骗子，不行，再耗下去真要被撕碎。小子，你打算一直旁观吗？我们死了，这2个鬼，你……对，我们3人联手，定可以逃出升天。道友也不想什么都得不到吧？离开道场后，贫道可以做主，分给道友一些宝物。自然不会让你们死在这儿。这小子气息不对。这是什么图？好强大的血气！吞了你！哼，吞了我。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吞了你！这是阴阳生死图。这小子比本王想的还危险。好了，阴魂已经暂时镇压，我们走吧。对，快走！得赶紧出去，后面那小子不好糊弄。出去就传送，谁也别想拦。想走，将宝物留下。林争天，速度挺快啊！那2具尸骸
好强大压力！圣师，交出宝物，让尔等离开。道友，小子，你上！你们确定要宝物？这位道友误会了，既然宝物被道友所得，小女子自然不会抢夺。不过，希望道友能如实告知，圣是否在道场留下传承？补天大圣，传承。不错，若是道友得到传承，小女子愿意付出同等代价和道友交易。秦树，只要你交出传承，其他东西我可以不要。宝物，那你们要接好了。这是阴魂！小贝，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们不是想要宝贝吗？这，好多血石！闯入者杀！先离开这里。道友，小黑子说的对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道友，出口到了。哼，出口？小子，你什么眼神儿？这可是本王辛苦破开的缺口。好了，小子，你既然嫌弃，那本王和老骗子先出去。也好。哈哈哈！小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有缘再见。两位，这是想一走了之？你误会了，本王只是想试试镇台还能不能用而已。没错，试试镇台而已。这里应该不会有人打扰了吧？哼，当然不会有人打扰。这里远离流云山脉10万里，本王更是布下大阵，非圣人亲至，找不出山谷所在。那就好。打劫？什么打劫？没错，打劫，将身上的还有内世界里藏着的宝贝，通通交出来。其实贫道两人在道场也没得到什么宝物，最珍贵的就是这2具圣尸了。贫道愿意将2具圣尸赠予，以报答道友救命之恩。2具圣尸太少了，我全都要。你小崽子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道爷也不是泥捏的。哦，不是你捏的。小子，你来真的！小崽子，道爷行走天苍大陆，哪家的祖坟没光顾过？连一些古族大教都不敢得罪道爷。你小子最好不要让道爷知道你家在哪儿。是吗？怎么会？这小子手中居然也有圣兵！该死，完犊子啦！道爷的圣，现在愿意打开内世界，交出里面的宝贝了吗？小子，本王不会将内世界打开的。哼，你死了这条心里。小
小子，你想干嘛？不干嘛，在我家乡，黑狗都是大补。出来这么久，突然有些怀念家乡的味道了。什么意思，小子？你敢？你知道本王什么身份吗？你！小子，等，有事好商量啊！老实待着，等下分你一条狗腿。老骗子，你什么意思？哎呦，烫死本王啦！小子，你有种就真的烤了本王，好烫好烫！小子，好烫，傻了吧？本王可不是普通的悟道境。哎呦，烫！就你这灵石催生的低级灵火，再烧上100年无用，好烫，好烫！你放了本王，本王愿意取出1半宝贝给你。我靠，小子，是不是玩不起？等等，本王，我给，本王错了，小兄弟，你先收起圣兵。错了。我现在就将道场内的宝贝给你。好了，本王所有的宝贝都交出来了，快拿开那盏灯！拿开！我听说道场里面好像还有什么传承来着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收了！是本王忘记，确实还有一些传承。补天术，这就是传承。没错，这就是大圣道场的传承。所有宝贝我都交出来了，快拿走那盏灯，真的要熟啦！哦，好。小子，你……不好意思，有点顺手了。道友，贫道这就给。贫道的积蓄。人生嘛，哪有一帆风顺，总会遇上一些挫折的。宝贝没了，还可以再赚。只有经历过风雨，才能见到彩虹。加油！喂，说完了没有？是不是该放我下来了？好了，下次出门小心点，尤其是你小黑子，黑狗可是大补，不要被人抓去炖了。杀千刀的道爷的宝贝，天杀的小子，从来只有本王打劫别人，不要让本王找到你家，不然祖坟给你扬了！青铜殿，我的10万极品灵石，哪个不长眼的给老子搬走了？唉，真晦气。道友留步。有事。道友不要误会，小女子来此只是想知道道友可有得到传承。青羽，何必和他多费口舌，将传承交出来吧。不然如何？青天圣子真是好威风啊！莫说我没有传承，就算真的得到，那也是我的机缘，为什么要交给你？还是说，你打算亲自动手抢？抢，未尝不可。你找死！圣兵！那件圣兵果然是他，那种神通确实诡异。混账！本圣子斩了你！体质异象，哼！
人，韩师叔，我年轻人，你很不错。前辈料赞了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只是前辈出手，难道也想争夺所谓的传承？呵呵，大圣传承，功而已。虽然很不错，但还不至于让老夫不要颜面的出手。师叔，好了，郑天，若是因为一些小挫折就失了道心，你也不配做青天圣地的圣子了。师叔教诲的事，是师侄错了。年轻人，老夫期待你上圣地的那天。唉，可惜了，这女人怎么还留在这儿？秦道友，我说过了，并没有在道场得到什么传承，还是说你也想动手抢一下？既然道友不愿割爱，小女子自然不会再强求。此来只是想告知道友，3个月后蜂王殿将会开启，希望道友不要错过。蜂王殿，凡是年龄在1000岁之内，修为达到悟道境的修士都可进入。天赋强大、战力逆天之人，通过可获得自身的王者封号。此外，蜂王殿还会赐下一份机缘，以往那些能够得到机缘的王者，无不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。除了中途夭折者，最终都成就天苍大陆的巨擘。原来如此。道友是不是觉得蜂王殿的机缘无足轻重？难道叶姑娘身为太初圣地的圣女，也看中里面的机缘？普通机缘自然看不上，可若是里面有成帝的机缘呢？什么？成帝的机缘？叶姑娘，秦某书读的少，你可不要骗我。这只是小女子从长辈那里听来的，至于是不是真，小女子也不清楚。就算没有成帝机缘，得到一桩小机缘也是不错。难道真有成帝的机缘？不过蜂王殿只能悟道境能进入，这倒是一个问题。也好，说不定到时可以为几件圣兵找个好买家。丁，宿主的算盘打得真响。不过筒子这里才是最安全的交易方式，宿主小心被那些大叫黑吃黑。臭小子，你没事吧？少宗主，刚刚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？没事，大圣道场开启，在里面得了些小机缘。啊！这好多资源！臭小子，这都是你在道场中得到的？算是吧，这些资源应该够宗门。你是说这些都留给宗门？父亲将这些资源分配好，宗门以后或许能出悟道境的强者，往后我不在宗门，也能稍微安心。那好，那父亲就不客气了。宗主啊，你也是踏虚境了，有空多来小禁地，咱坐下来论论道，喝喝茶。说起来，你穿开裆裤的时候，老夫还抱过你呢。好了，武师叔，不必再说。这些资源本宗自然不会吝啬，至于如何分配，商议之后再做决定。宗主啊，不，秦师兄，我看秦朔这小子也老大不小了，是不是该考虑成亲的事儿了？师弟我啊，我看青青那丫头似乎挺适合的。师弟，你之前还说我儿子是个火坑，小子，到禁地来。啊！老祖，你找我？呵呵，
老夫秦羽算起来的话，应该是你曾祖。不过你小子要是觉得别扭的话，就算了，随便你怎么叫。看你对这个有兴趣，老祖就给你拔回来了。这是大圣道场。不错，好了，老祖叫你来，有一事。大圣道场机缘，老祖请说。你小子有不少好处，安排好宗门和自身的事，1个月后出发去青天圣地。那我安排好事宜，1个月后来接老祖。不必如此麻烦。这棺椁内躺着老祖的肉身，至于老祖的魂体，依附在棺木上便可。柳青青，柳师姐，好巧，你也回我家呀？父亲说你现在变化很大，修为比他都要高了。多谢大长老夸奖了，我只是有些奇遇。师姐来这儿有事？虽然你之前揍过我几次，让我在床上一共躺了3天4个时辰2刻钟，但师弟也不是记仇的人。我突破灵婴境界，遇到了瓶颈，父亲让我来请教你。请教我？打扰了。师姐留步，我可以助你突破到灵婴境界。什么？你愿意？我可是揍过你的。自然。不过师弟可是很贵的，就是不知道柳师姐能不能出得起灵石。什么？要灵石？父亲说你这次出去得了大机缘，给宗门都留下许多资源，还看得上我的这些灵石。若是你还记恨当初我打伤你，大可直说，不必如此羞辱我。师姐误会，也是为你好，毕竟你也不想回去被大长老说吧。那么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师傅了。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了。为什么？你现在灵婴境的小境界不需要再知道。再说了，一枚下品灵石，你还向我教多久？快走快走，别想着留下来蹭饭。多谢师弟这段时间指导，青青无以为报，只能……停，不用回报。老祖，宗门已经安排妥当，我们动身前往青天圣地吧。太好了，那就出发吧。小子，你就这样跟老祖去青天圣地，难道不怕？怕。不过老祖说的对，玄州养不起我，只有到外面，才有更多的资源。那里就是青天圣地了吗？好浓郁的灵气。青天圣地时隔3000年，终于再次回来了。何人停留？叩视我青天圣地！小辈，你就是从玄州那什么青云宗来的吧？莫不是在玄州那种小地方称王称霸久了，认为有些实力就可以不将圣地放在眼里？小子，看来有些人不希望你来这里啊，让老祖出去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见了我是不是也拦着。好浓郁的生命气息。小辈，
你连棺材都准备好了，不如将其交给本座，还可以原谅你的罪过。载种，你想要老夫的棺材板？怎么会？你还活着？你是秦羽圣子？怎么你还活着？老夫秦羽，3000年前的青天圣子。流氓，3000年不见，想不到你还认得我。怎么还想要这副棺材？秦师兄离开圣地，师弟还以为你早已陨落了，想不到还留有残魂。不过能活着终究是好的。哼，至于这副棺材，师弟自然不敢染指，毕竟以师兄这副状态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上。哈哈哈，我用不用得上，这个就不需你关心了。现在乖乖站着，别动，不要耽误老子回圣地。滚开！圣地就是圣地，灵气都要凝成雨水了。和这里一比，青云宗简直就是大国里面的小村子。还有灵兽，这么温顺，应该很好吃。圣地中灵兽很多，但大都是长老弟子驯养的。你小子不要嘴馋，不过确实好吃。你们阿大、阿二，是我们师叔。师叔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圣地是不是出事了？怎么只有你们2个？其他人呢？你离开圣地之后，我们这一脉就时常遭到打压，有好多师叔师伯都陨落了。我们一脉连一个圣没有了。怎么会？那个玄州来的乡下人已经在秦族庄园住下了。诸位有什么想法吗？哼，一个小地方来的而已。哼，青云宗，一个听都没听过的小宗门，这种人也配和圣子争夺大位？不错，简直异想天开。哼，一个不知从哪儿得了些奇遇，运气不错的家伙而已。依我看，不用圣子出手，我们直接找上门，将其废了就行。以林远师兄的修为，相信镇压那个乡下人轻而易举。也好，诸位师弟，明日便随师兄一同前去，看看那外宗之人到底有何本事。哪位是秦树？林远师兄前来拜访，速速出来相见。林远，咦？哎，怎么突然感觉有些心神不宁？就是昨日和道长说的那个外宗人禽兽，那个禽兽。你们找我？你不是你一月不见，道友似乎又得了不少宝贝呀。玄仙道长，你们认识？见过一面，不熟。寻仙道长，哼，道爷贫道李寻仙。你们找秦某有事？听闻秦兄天赋惊人，在玄州那种小地方都能修成悟道境。林某特意过来拜会。哼，拜会？看你们来势汹汹的样子，是来拜会的。当然，除了拜会，也想跟秦兄切磋论道一番。林师兄，和他说这么多做什么？只有将他教训一顿，他才会明白小地方的修士和圣地弟子间的差距。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染指圣子之位的。教训我？我这位师弟只是刚刚突破的悟道境，哼，想和秦兄切磋一番，
秦兄应该不会推辞吧？推辞？当然不会推辞。不过秦某有个规矩，切磋的话得有个彩头，反如半面佛半面魔，也不要多，就赌你们内世界里面所有的宝贝。可笑，你一个小地方的穷修士，有什么资格？哦，我们师兄弟内世界随便拿出一件宝物，就是这辈子都没见过的。哦，是吗？这是圣兵！坏了坏了，这小子要坑人了！好，既然秦兄要赌，那林某只好奉陪了。师弟，出手注意分寸，不要伤了秦兄。师兄放心，师弟一定会注意分寸的。出手吧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敢来青天圣地！哦，你准备好了？无需准备，出手吧！再问一遍，确定？你到底出不出手？是不是怕？真是一场酣战！该死！快放了无名师弟！畜生，你敢！贼子，畜生，你做什么？快住手！我杀了你！够了，秦兄弟，你太放肆了。吴师弟输了，东西都可以让你取走，可你如此羞辱他，未免有些不把圣地放在眼里了。不错，放开吴师兄。不用担心，切磋而已，秦某还是懂得的。只要将说好的赌注交出来，自然就会放了他。不然你们跑了怎么办？你说是不是，林远师兄？赌注你不是已经取了吗？还想怎样？不，你是说这堆破烂？秦树，你找死！急眼了，狂妄，想以肉身应接圣兵。怎么会？又是这诡异的神通！一件圣兵，两件重器，还不错。该死！将圣兵还来！李师兄不可！哼，雕虫小技。滚开！怎么会？好强大的肉身！李师兄，秦兄，我劝你不要自误，圣地不是你可以横行的地方。圣子一出关，必定会镇压你。哼，圣子，林争天，不错。圣子身为青天圣地最强大的年轻领袖，修为比我的强大100倍。一旦出关，必让你知难而退。哼，那就等你家圣子出关来找我吧。住手！小畜生，你好狠毒！初来圣地之中，就敢横行霸道，残害圣地弟子，心思这般歹毒。今天本座就要替秦羽师叔教训教训你。现在跟本座前往戒律殿。林苍，
我秦族的弟子还轮不到你来管教。秦大、秦二，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个不要脸的，对我们秦族弟子出手，还问我们什么意思？此子残害圣地弟子，难道竟要包庇他？哼，哪里？老子怎么没看到？老二，到了吗？我当然没看到。此子初来圣地，抢夺法宝，如此行径，必须要惩戒一番。司空老头，不就是踩了一下你弟子吗？李逵还想动手？来吧！够了，尔等身为圣地长老，成何体统？此事到此为止，速速散去。不用担心，圣人不会对你动手的。那就多谢两位师叔了。不错，你小子干得漂亮，下次记得下手重些。寻仙道友，这么着急走？那个贫道家里还有事，那就是来圣地盗墓的了。道友莫要胡说，真不是。以后有麻烦，直接捏碎这个。我和你秦二师叔会马上赶到。多谢两位师叔。蜂王殿要开启了，也不知道圣地强者中谁可以获得王者封号。前些时间秦族一脉那个新来的可是战败了林远师兄，你们说他会不会参加蜂王殿？蜂王者的盛会，那个人应该会参加，不过想要获得封号恐怕不可能。悟道境4主，地经也有所进步。此次蜂王殿，本殿子一定可以大放光彩，成为封号王者。还有秦树、天一、秦瑶，快见过你们秦树师兄。见过秦树师兄。客气了。这是秦族一脉年轻一代最强的2人，这次也要去蜂王殿。师叔想你在力所能及之下，照顾一下。蜂王殿所在的天柱山距离圣地有些距离，不要误了时间。应付不过来的，可以叫师叔3个呼吸内赶到。秦大师叔放心。秦寿师兄，听说你之前绑了林远几人，是不是真的？没什么，就是和他们切磋一下而已。切磋？天柱山封王，这次贫道说不得也要为自己弄一个封号了。哼，封号而已，只有你们人类才追逐这些虚名。本王来此，只为里面的成帝机缘。这就是天柱山了吗？不错，这就是天柱山。蜂王殿据说就在山巅之上。该死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！怎么到哪儿都能碰到这个煞星？两位这是要去哪里？怎么
不想见到秦某。啊，道友说笑了，贫道只是站得久了，腿有些麻，活动活动而已。是太初圣地和青天圣地，想不到两大圣地居然同时来了。看来为了进入蜂王殿，花了不少功夫。圣子师兄，就是他，那个禽兽！他不但打伤我和林远师兄，还抢了我们的圣兵！你们放心，待师兄从蜂王殿出来，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。哼，抢走的圣兵，自然也会给你报要回来。禽兽道友，几月不见，道友风采更甚了。还要多亏圣女告知蜂王殿的消息，不然那个小子是什么人？圣女居然主动上前和他攀谈，看样子聊得还挺愉快。哼，不就是长得帅了一点？等下攀登天柱山，让他好看。八卦，不，禽兽师兄，你和太初圣殿的圣女相熟？见过一面，不熟。我信你个鬼！嘿，小子，这女娃娃不错啊，长得漂亮，又是圣女，你赚了。要不去太原圣地做上门女婿算了。到时候什么资源没有？嘿嘿，死狗说的对，贵妇险中求。贫道看好你。什么？贵妇险中求？来了。本座这次定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王者封号。各位道友，先走一步啦！禽兽道友，先走一步。我们也走。也不知是何人建造的蜂王殿，真是大手笔。窥天境3重的攻击，该死的！不是说只有压力吗？怎么还会有攻击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离我远点，不要太靠近。
妖兽。按照规律，应该会有一头窥天境的妖兽出现才对。好恐怖的气息！这是火凤，这怎么会出现火凤？那小子死定了！还有跟在他身后几人，都要葬身在此。峰顶，蜂王殿，我们上来了。秦斗师兄，先看看。本王直觉，一定有大宝贝，说不定真是有成帝的机缘。老骗子，你给本王算算，看本王能不能得到这个机缘。死狗，你不要乱来，被人镇杀了，别怪道爷没提醒你。哼，本王凭自己的实力也可以得到机缘。蜂王殿能够留存至今，又岂是简单？这死狗若是搞事情，恐怕不死都要蜕层皮。欢迎来到蜂王殿，老朽是蜂王殿的殿灵，负责诸位的蜂王试炼。若这殿灵是蜂王殿的器灵，那这蜂王殿本身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啊！能够化形并且自由离开本体，就算大圣兵都做不到吧？诸位能够走到这里，想必都是为了殿中机缘而来。诸位若是决定了，那便请进吧。禽兽，这次本圣子不会再输给你。禽兽道友，先走一步。进与不进，你们自行决断。师兄，我们进去吧。这片荒野就是一个巨大的死寂的世界。试炼开始，击杀你的对手或者放弃，放弃后可传送出这片空间。悟道境9重的战斗幻影，也这些，想不到斩杀这些幻影，居然还有能量反哺。窥天境1重，好像知道了这个空间的规则。悟道境3重，怪不得电灵说这个试炼会有生命危险。
再杀几个，反哺的精气就足够我突破了。该死啊！这是什么鬼试炼？太变态了！这位道友，你能活着出来已经很不错了。不知道叶圣女和林争天能坚持到哪里？以两大圣地的底蕴，想摘取属于自己的封号，应该不难吧？哼，还有那个小子，居然还未出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死在了里面。在这荒野空间中，没有灵气可以吸取，也只能靠丹药来恢复了。好在之前打劫大黑和老道时，有一些存货。恭喜通过蜂王试炼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一是现在离开试炼空间，可以获得属于自身的王者封号，还有一份机缘；二是选择继续通过最后一次试炼，有机会获得准地以上的传承。试炼者，你有10息时间决定，10息过后将被传送离开。百名窥天境巅峰，我接受挑战，继续试炼，继续，希望你能活下来。好恐怖！阴影照这儿正笼罩而来。百名窥天境巅峰联手一击，果真恐怖。这个年轻人很不错，荒古圣体呀，有多少年没在天苍大陆出现过了？或许他能继承那位大人的衣钵。该死！天赋不错，不过看起来不太聪明。这个女娃娃尚可，至少比刚才那个小子聪明。重头戏要来了。无论样貌、体质，甚至气息，都和我一模一样。试炼者战胜自身，你就可以获得传承的资格。战胜自身，是我。你所拥有的荒古圣体、补天术、遮天手印，乃至其他的神通，所有的一切，我同样拥有。我就是你，好狂！童子，丁，宿主不要想这些无聊的事。你笑什么？杀！我倒想看看你这个冒牌货到底如何杀我。
你输了。哼，没到最后不要早下结论。杀了你，我就可以成为真的秦氏。这小子，大地经文果然恐怖，不愧是无上存在留下的东西。该结束了，既然注定陨落，你再挣扎也无用。确实，该结束了。禁法三花借道，以自身精气神为引，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3世身的修为。这是什么秘法？不，我不可能输！我想成为真正的人，不敢继续困在这该死的牢笼里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你只是一个冒牌货。消耗也太惊人了，此法还不成熟，以后还是少用为妙。复制体明明只有悟道境巅峰，反哺的精气却比火凤还强。虽然不足以弥补全部亏空，但也恢复了不少。试炼者，恭喜你战胜了自身，试炼结束，你有接受传承的资格。这是一尊大帝留下的石像，里面有他留下的传承。大帝，苍穹大帝乃100万年前的一尊大帝，2次正道，战力逆天，曾君临天苍大陆10万年，在晚年之际，更是以一己之力打穿还未降临的仙门，踏入上界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也是荒古圣体，和你一样的体质。荒古圣体2次正道，去吧，传承就在眼前，能不能得到就看你自己了。大地境的圣体，可是该怎么传承？童子，传承就在大地石像之内，宿主只需要用神念接触，即可以得到。你来了。什么叫我来了？他认识自己。你是苍穹大帝。本地古苍穹。天地经。这是最适合荒古圣体的经文。一直以来，我虽有荒古圣体，却没有相应经文开发全部威能。系统里的地经动辄数亿极品灵石，把我拆开卖了都不够零头。这次传承，直接帮我省了数亿极品灵石。地位。这什么情况？这2尊一重天关的准地傀儡，准地啊！有了这2尊傀儡，我差不多可以横行天苍了。可惜了，这可是大帝留下的石像，要是能卖，得值多少灵石？就让我试试这操控之法。圣子怎么还不出来了？难道是在接受传承？还有那个姓秦的小子，他好像也没有出来。那个该死的家伙怎么能和我们圣子比？没有出来，应该是死在里面了吧？那小子可是锤杀过窥天火凤，不要忘了，才能洗刷我的污点。这人，那个禽兽怎么他了？当众被一脚踩进地下，还踩那么久，要是贫道早没脸出来了。
这是什么？道纹，好奇异的气息，会不会是圣子他们有人得到了传承？林师兄说的对，一定是圣子得到了传承。等圣子出来，就算那个小子没死，也能抬手镇压他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死狗有大变动，我们小心一些。这老骗子趋吉避风还是有点东西的，除了碰到秦顺那次。童子，我要充值。宿主充值147万极品灵石，修为提升至圣人境。这是圣位，你什么时候达到圣人境了？大地传承的副作用而已。副作用？果然，大地留下的东西不是我能想象的。好了，送我出去吧。恭喜大人获得传承，修为突破圣境，能否将蜂王殿也一起带走？这样也正好。回头问问筒子，这蜂王殿值多少灵石？禽兽，不管是不是你，我们的账都该算一算了。禽兽师兄，是那小子，他居然真的活着！站住！我们圣子师兄有事问你。我说的话你没听见？圣子有话问你，滚！好恐怖！说滚就滚了。禽兽，你太放肆了！吴师弟怎么说都是圣地的重要弟子，你如此伤他，就不怕回到圣地之后，戒律殿拿你问罪？你现在下去找他，应该还能救回来。至于戒律殿，那就让他们来吧。本圣子需要你回答我，你有没有在里面得到传承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有没有得到传承要与你讲。你敢！啊！哎呦！师尊暂停一下，大家快退开！这林之天要发疯了！禽兽师兄小心！混账！本圣子要你死！这什么情况？圣人，你是圣人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圣人？圣人？哼，这林真天要为自己找借口，也找个好点的。你看，他们都不信你。唉，心态真差。禽兽，你想干什么？林师兄可是青天圣殿的圣子，你不要自误。啊！他在干什么？我不会是想搬走这座大殿吧？我们都只是为了机缘，这个野道连吃带拿。禽兽师公，你太厉害了！走吧。圣女，就这样让他们离开？你能留下他，还是说你觉得我可以？哼，想带着传承离开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禽兽师兄，我们不回圣地吗？呵呵，不急，有些人等得太久了，怎么也要见见。年轻人，你倒是聪明啊！韩立师叔，年轻人，你很好。天柱山蜂王殿的那份机缘，交给老夫吧，放在你身上恐怕会引来窥视。传承是我得到的，为何要交于你？是啊，韩立师叔。哼，本座说话，何时轮到你们插嘴？极道传承事关圣地未来，不是你一个小辈可以掌握的。不要让本座亲自动手取。大地传承果然神奇，不过可惜在圣人面前你终究是蝼蚁。区区圣人境2重而已。不可能！圣人境，你居然是圣人境！
师兄，他怎么？圣人境，禽兽师兄居然是圣人境！禽兽师兄，等了这么久，终于出来了。太初圣地的人。哦，你认得本座？本座也不废话，想请道友到太初圣地小住几天。如果我不去，这可由不得你，由不得我。你要不要看看自己身后有什么？哼，你不用耍这些小把戏，本座身后能有什么？什么人？滚开！我都说了，你身后有东西，现在信了吧？你怎么可能？现在还想请我去太初圣地吗？你想怎样？不如你跟我去青天圣地住几天吧。那位前辈是？一位不喜欢说话的长辈。两位师弟稍等，待我处理一些事后就回圣地。禽兽道友，你做什么？怎么，叶圣女难道不是来请我去太初圣地的？道友误会了，我与道友交好，又怎会做出这等事？禽兽师兄，这是不是不太好？太初圣地会不会发疯啊？不好吗？是对方先动的手，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。劳烦诸位替我转告太初圣地，他们的圣女和护道者袭击本座，已经被本座镇压，叫他们带上灵石来青天圣地赎人。东皇要地震了！出大事了，这是要将天捅破啊！诸位道友，你们说要不要将消息传给太初圣地？东皇很久没热闹过了，本座很想看看太初圣地知道自己的兽女被人绑了会是什么反应。什么？你们绑了韩立？韩立可是圣人，就算我们两个见到，都要乖乖叫一声师兄。何止绑了这几个，太原圣地的圣女和圣人长老也一起打包带走了。两位师叔不用如此惊讶，那人想抢我的传承，我迫不得已才出手的。迫不得已？可那里面还有圣人啊！怕两位师叔一时间接受不了，太初圣女那部分还是先别说。刚出凤凰殿，林征天便上前刁难，随后被禽兽师兄正面压下。凤凰殿被收走后，韩立圣人当场拦路，连太初圣地也出手了，圣女和护道者也被禽兽师兄拿下。禽兽师侄，太初圣地那两个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真要让他们来赎人？不错，圣人境再提升，每一重都要数十万极品灵石，正好敲一笔太初圣地。还有他们内世界里的宝物，等下也要全部搜刮出来。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，那师叔支持你。太初圣地理亏在先，真要是敢来闹事儿，我们秦族也不是好惹的。天主山蜂王殿的试炼结束了，里面的大地传承被人所得，蜂王殿被打包带走。那个禽兽也是狠人，
不但绑了太初圣地的兽女，听说连自家圣子都一起绑了。连自家圣子都绑，这是真狠。据说太初圣女生得极为貌美，你们说那个禽兽不会乘人之危吧？他还真敢说。别等太初圣地去赎人，发现孩子都生出来了。应该不会吧？青天圣地欺人太甚，简直就是土匪！绑了我圣地的圣女和护道者，居然还想要我们拿灵石去赎人，土匪行径！必须将那叫什么禽兽的抓回圣地问罪！不错，不能轻饶。怒归怒，圣地颜面不能用乱吼保住。这是现场。好了，都住口。对于青天圣地那人所说的条件，你们认为该怎样做？圣主，为了圣地颜面，老夫认为不能和对方妥协，至少明面上不能妥协。哦，六长老这是何意思？据查到的消息，那青天圣地的弟子不仅得到了大地传承，还收走了蜂王殿。蜂王殿乃整个天苍大陆的机缘，岂能由一人所占？圣主可以放出消息，太初圣地将请出强者前往青天圣地，要求交出蜂王殿，为整个大陆的悟道境修士留下一份机缘。届时可以说叶雄长老也是为了留下蜂王殿才无奈出手的，让那个小辈放回叶雄长老和圣女。好，六长老所言甚合本座意，此事就交由你办。10天后，本座将请出圣地老祖前往青天圣地。蜂王殿若真是大陆机缘，那青天圣地独占便有说法了。太初圣地领头，这场热闹可以变成争夺。阿弥陀佛，蜂王殿乃大陆机缘，不可为一人所得。蜂王殿由我族准帝所留传承，绝不能落入人族之手。本座倒想看看，到底是何等妖孽，居然能将蜂王殿带走。4域的蜂王殿同为一体，在禽兽将主殿收取时，其余3域的殿武也一起飞走。他们去东荒，除了眼谈大地机缘，还要将各自的弟子捞回来。唉，被迫发了一笔小财。林争天、叶青羽还有2尊圣人，各自贡献了2件圣地。不要说宝贝，连地皮都刮了3层出来，所有东西加起来，应该有将近200万极品灵石左右。不错，不错，果然是人无外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呀。这一波不亏。禽兽小辈，你敢囚禁圣子和圣地长老，给本座滚出来！来的倒是挺快。是禽族的方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好恐怖的圣威，那是陆道师叔祖。那些人都是圣主一派的强者，他要做什么？这该不会是要发生内乱吧？滚出来！圣子弟子、血脉亲人都被绑在那小子手里。从知道禽兽绑了林哲天和韩立开始，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老祖还未出关，这下难办了。陆叔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秦护这小子做事还是太不干净了。让那个小辈出来见本座。只要他交出圣子和大地传承，本座看在2位老祖的面子上，可以既往不咎；否则，该永受尽炼魂之苦。打入罪渊，受炼魂之苦。2000年前，秦族一脉有人被打入罪渊，
承受300年炼魂之苦后，最终陨落。现在老祖未出关，陆道又是圣人6宠，不能硬顶。若真动手，这就是圣地内乱。绑下林争天等人时，就已经预料到了所有后果。这小子终于出来了。圣人境4宠，必是蜂王殿传承惊人。小贝，既然出来了，那将圣子和蜂王殿的传承交出来吧。还真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好像自己就应该将传承交出来一样。传承没有，不过嘛，人倒是可以还给你。禽兽，本座要你死！禽兽，你敢囚禁本圣子！禽兽！这是圣地，堂堂圣人被像猪狗一样绑着，出现在师兄和后辈面前。禽兽，你还不快将圣子和韩师叔他们放了！值钱的东西都取出来了，再留着也只是浪费蜂王殿空间。韩师弟，你没事吧？伤势很快可愈。心中羞辱却让人恨欲狂。他交出圣子就是服软，现在将蜂王殿交出来吧，本座可以免除你犯下的罪过。为了一个传承，你们真是脸都不要了。如果不是知道这是青天圣地，我还以为自己闯进土匪窝了。哼，荒古圣体虽然强大，堪称人族第1战体，但想修至大成，需要恐怖的资源和天才地宝。即便是圣地，也难以支撑。而圣子亲近大道，更易正道成帝。那些传承还不如交出来，让圣子感悟。将来圣子正得大道，必然也会助你圣体推至大成。届时你们2人天苍大地，君临10万年，岂不更好？让禽兽交传承，还要给林争天护道，简直欺人太甚。若真能得到大地传承与蜂王殿，正道之路便近在眼前。我才是圣子护道者，如何？只要你肯辅佐圣子，待他将来正道，这苍天大地之中，你需要何种宝物都能为你取来，届时必然能让你将圣体修至大成。若他肯辅佐正道，再由圣子反哺，说不定青天圣地真能出现2尊大帝战力。这些话，但凡正常点的人都说不出。我看起来很像傻子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将脑子练坏了？就这种货色，我一个手指就能碾死。你要我辅佐他正道？禽兽，你说什么？你敢羞辱本圣子？羞辱你又如何？他是圣人境。哼，在本座面前也想出手伤人？本座不是和你商量，替圣子护道之事可以不做，但大地传承和蜂王殿必须交出来。强抢，那就试试看看。正好我还需要一些灵石。破！不好，快走！快走！圣人交手的余波，一丝都可能要命。圣地要变天了，真的打起来了！圣人境的存在，在圣地之内爆发大战，这还是第1次。秦族还有圣人在世吗？是谁在和陆道师叔祖交手？大手印！哼，区窥天境小神通也出来丢人现眼。末日降临了！不能让一缕余波毁掉圣地弟子，不能在圣地内继续打。他把战场展出圣地了。被传承催生的圣人，怎能比得上本座苦修而来的修为？小辈，凭你圣人境4修为，根本不是本座的对手。乖乖交出传承，跟本座回圣地请罪，否则待本座将你擒下，免不了吃些苦头。他还真以为我是圣人境4宠。圣人境4宠，你怎么知道我只有4重境界？哼，
难道你想说你的修为比本座高？不可能还有更高的境界。丁，宿主出没圣兵8件，恭喜你，猜对了。消耗180万极品灵石，修为提升至圣人境7重。圣人境7重。哼，现在呢？谁的修为高？怎么可能？大地传承里面到底有什么？居然能将一个悟道境生生推到圣人境7重？圣人境7重，你怎么可能是圣人境7重？圣人境7重而已，只要我想，还可以更高。圣兵值钱。放肆！你想夺本座圣兵？天火境是本座祭炼数千年的圣兵，岂能被你轻易夺走？联系断了。多谢陆道友送来的宝贝，秦某就不客气收下了。种下数千年的神魂烙印，居然被斩断得一干二净。你为了感谢道友送的圣兵，秦某想请道友到蜂王殿小住几天。不能再去法宝，怕再被他拒走。你想镇压本座？怎么会？好恐怖的大战波动，是圣人在大战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太初圣地找上了青天圣地？太初圣地要夺回被绑走的圣女和长老吗？圣人修为果然可怕，即便身处遥远的星空中，大战的波动依然能清晰传到东荒。只要陆道师叔组镇压秦圣，不过陆道师叔的修为应该很快就能镇压那个小子了吧？以陆道师叔将其镇压，我倒要看看他还会不会和之前那般嚣张。禽兽失职，不会有事吧？这是陆道师叔镇压了那个小子，以陆道师叔的修为，镇压禽兽理所应当。好，太好了！真是陆道赢了吗？好想看到那小子被镇压的惨样。秦洛再嚣张，也不过被陆道师叔镇压。传承蜂王殿都该属于本圣子。没有亲眼看到，谁也不知道星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小贝，你这是要彻底青天圣地决裂吗？放开本座，此事还有缓和的余地。缓和？这些人都是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为什么要缓和？我还想对抗整个青天圣地，圣人境在青天圣地不算什么，不要为了一时之快断了自身大道。你还是关心下自己吧。找到了。你做什么？该死！快住手！他捕捉到了本座内世界所在的空间。内世界既然打穿了，东西自然不能浪费。够了！大圣境。正主来了。圣人境7重，荒古圣体，秦羽师弟的后人倒是不错。这家伙一上来就一副长辈姿态。你是谁？本座乃青天圣地之主。这就是3000年前和老祖争夺圣主之位并胜出的那个人吗？
本座不知你在蜂王殿得到了什么奇遇，但只是大地传承而言，根本不可能将一个悟道境推到圣人境7重。若是你能将所有传承交出，青天圣地可以培养你。哦，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不是不愿意，只不过是信不过你们而已。小辈，你什么意思？想要传承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要说什么培养我，直接点，1亿极品灵石，我可以给你们一尊准帝的传承。1亿极品灵石，他这是把圣地当冤大头。1亿极品灵石换一尊准帝传承，很合理。小辈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圣主想要镇压你，不过是举手之间而已。给你机会，莫要不识抬举。若是不肯交出大地传承和蜂王殿，也只能出手镇压。怎么，软的不行，准备来硬的了？陆刀崽子，你说谁不识抬举？哎呀！这一下比我刚才那脚狠多了。青羽老祖，青羽老祖，秦煞青天圣地老祖之一，修为大圣巅峰，秦羽正神魂境界圣人7重，肉身圣人1重。大圣巅峰，老祖，你出关了。哼，本座若再不出关，恐怕我秦族这最后一点血脉就要被某些人逼死了。见过2位老祖。好小子，不错，很不错。圣人境7重，比老子年轻时候强多了。秦树，这是秦煞老祖，你放心，有秦煞老祖在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没人能逼迫你交出传承。本圣主此举也是为了圣地。哼，老祖应该知道9盖一传承对于圣地的重要性。作为圣主，自然要为庶力着想。本座圣主已经承诺了，可以提供资源，助他成就大成圣体。说来说去，还是想白拿传承。好一个圣主，好一个为圣地的未来着想。老子问你，打压秦族、残害秦族弟子，也是为了圣地？你敢！大圣境1重，面对大圣巅峰，即便祭出大圣兵，也只能短暂支撑。林晨老祖，秦疯子，你是真疯了，竟然对圣主出手！难道你想造反，挑起圣地内乱？造反？林老鬼，是你们欺人太甚！今天不给一个满意的说法，老子掀了那狗屁圣地！秦疯子，你真是疯了！秦煞老祖的寒怒一拳，连凌晨都挡不住。来青天圣地也是为了获得资源灵石，不过现在看着秦煞老祖出关为自己撑场场，心中不禁泛起丝丝涟漪。那个老头分明已经没有多少寿元了，恐怕是抱着生死道破的心态。小子，那老鬼被我揍了一顿，愿意赔偿价值3000万极品灵石给的资源秦族，我就让他离去了。那些资源等回到青天圣地后，你就去取吧。3000万极品灵石，况且老头子也没多久好活了，只能帮你争取一些资源。刚才闹起来，应只是想为你多争取一些筹码。这个老祖是真的在替我争资源。青天圣地之所以是圣地，除了大帝留下的传承，最重要的还是有准帝和帝兵镇压。而这2样东西，貌似我也有。在我们离开时，遥远的星空边缘之地，另有目光注视着一切。青天圣地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什么？3000万极品灵石的资源？老祖，可是，那是3000万极品灵石，不是3000块石头，也不是下品灵石。老祖，陆道长老的伤势死不了，但也需要休养数百年才能够恢复。道台破裂以后，也只能止步于圣人境6重，大道无望。对于圣人而言，那秦煞被豪狠的手段。此事是他命中有此一劫，大道争锋本就凶险一场。圣主，
你先派人去秦族庄园传话，让他们明天就可以去圣地宝库挑选宝物。我这就让人去传话。星空上的大战对秦煞损耗颇大，刚才只是强撑着而已。老祖，你没事吧？若不是知道禽兽的困境，我也不会冒险唤醒这位老祖。唉，老了，不过还能熬几天。秦煞老祖，以你现在大圣巅峰的修为，若是将一尊准地传承交给你，有没有可能借此突破？老头子，我活到了这种程度，肉身早已枯败，早已不是靠感悟能够突破的了。不过，小子你放心，在老祖死之前，一定会护你安全的。生命之水，哪怕不能正道，大成圣体，也能君临天苍大地。在知道秦煞老祖出关后，圣主还让我过来传话，我是10000个不愿意。我之前没少打压秦族，就怕这位老祖一个不高兴，让自己原地飞升了。星空一战之后，秦族庄园已不是可以随意问罪的地方了。弟子林苍求见秦煞老祖，圣主请老祖前往圣地宝库。圣地宝库，来得倒快。是秦煞老祖，弟子林苍拜见老祖。林苍执剑锋之主，本座记得你，你很好，不敢答话，不敢抬头，不敢动。活着真好，差点就……不对。该给的警告已经给了。其中2条，甚至还带有圣人的意志。拜见秦煞老祖。本座要进宝库。是老祖。那一座座灵石大山，大半都是中上品灵石，也有一部分极品灵石。况且身为圣地，肯定不止这一个宝库。不愧是圣地，资源果然数不胜数。这些都是低级货色，对你没有任何作用。走，老祖带你进入内库。刚刚得知林苍被镇压在庄园门口，这才亲自赶来宝库了吧？况且这外库的资源就足够3000万极品灵石了。老鬼，你想用这些破烂就打发老子？老祖就这里吧，这些东西我也需要。对我来说，高级宝物还是低宝物都无所谓，只要价值够就行。你不要怕，有老祖在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既然能搬，那就一件不留。1座灵石山，2座、10座，灵草灵药、法宝神兵、矿石。不过眨眼时间，整座外宝库就变得空荡荡。他不是妥协，而是真要这些东西。这小子还真需要。太大胆了，小辈，你做什么？这小子有前途，是个当土匪的料子。不是你让我在这里挑选资源宝物的吗？本座只答应给你们秦族3000万极品灵石的资源，可没让你搬空整座宝库。我当然知道这里的资源不止3000万极品灵石。林老鬼，谁知道这外库的东西值不值3000万极品灵石？不过你放心，待我们回去清点一番，若真是物超所值，自然会将多出的送回宝库。拿到手的资源，自然没有再送回来的道理。哼，即便给你们资源又如何？最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回归林族。童子，计算一下刚刚收取的资源价值多少极品灵石？哇，好多东西！开始扫描估算啦！佳品灵石130亿，极品灵石11932万枚，丹药5万。主人，这波很肥呀！这些东西再加上从陆道那儿借来的一些，足足有4000万了。生命神树、天地灵根、幼苗一株，10亿极品灵石。10亿还是幼苗？刚刚还为4000万高兴，现在一看，连一株树的幼苗都买不起。主人，这可是生命神树，天地灵根，整个诸天万界只有1株，10亿已经是良心价啦。好吧，
生命之水，生命神树的半世灵泉蕴含强大至极的生命精华，可生死人、肉白骨，即便是强大的修士也有作用。价格就平民多了，100万极品灵石1瓶。100万极品灵石1瓶，只能退29次。童子，兑换大圣境7重修为，剩下的灵石全部换成生命泉水。交易成功，主人放心，我先帮你锁住房间。冰箱口上的气场正在融合，圣血且在蜕变。大圣境7重，圣体小成。恭喜主人，战力暴涨，钱包缩水，但这波绝对不亏。光是透过瓶子溢散出的气息，就让身体舒畅。这就是生命之水吗？果然好浓郁的生机。这10天中，青天圣地还算平静。在秦煞出关的消息传开后，没人再敢来秦族庄园找麻烦。太初圣地那边怎么还没动静？10天了，太初圣地怎么没消息传来？之前就让人传消息给太初圣地，让对方带灵石来赎人。现在都过去10天，不，11天了，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这该不会要砸手里了吧？恐怖的圣威瞬间惊动整个东荒，无数强者纷纷凝眉，佛光妖气、剑道意志同时出现，东荒边境要乱了。青天圣地暂时不能轻动，可东荒这场风波已经自己来了。东荒边境的圣威已经不只是某一座圣地的事情。3尊大圣境的气息，7重、8重左右，是因为传承，还是？两位老祖，生命之水果然起了作用。小子，有麻烦来了！大地传承太过耀眼，连东荒之外也被引来了。两位老祖不必担忧，若真是为了大地传承而来，有人会比我们更加紧张的。你们3个不在自己的老巢好好待着，来我青天圣地，所谓何事？阿弥陀佛。老衲此番前来，只是想见见那位获得机缘取走蜂王殿的天骄。不错，果然是冲他来的。你们找我？这该死的小辈跑出来做什么？秦煞老鬼，你还活着呢，当年差点被他炖了。鲲鹏，你这小鸟不在南蛮待着，跑我东荒来，不怕我吃了你？老鬼，你寿元无多了，不赶紧自封保命，还有闲心跑出来，不怕彻底陨落？哼，这就不用你担心了，老子肯定比你死得晚。倒是你们3个，不远亿万里跑来东荒找我秦族的后辈，想做什么？阿弥陀佛，这位小施主，是你得了传承，取走了蜂王殿？不错。阿弥陀佛，小施主，我佛门有几位弟子被困蜂王殿，还望将其放出。此外，蜂王殿乃是属于整个天苍大陆的机缘，不可一人侵占。希望小施主可以将其归回原处，给后人留下一份机缘。将我妖族的弟子放出，归还蜂王殿内属于我族的准地传承。本座只想带走我北玄联盟的弟子。不可能，蜂王殿和传承乃我青天圣地之物，谁敢染指，即是和我青天圣地过不去。人可以免费还给你们。至于传承，1尊准地传承，1亿极品灵石，价高者得。
这小子就这么缺灵石？准地传承啊，这也能拍卖？买就买吧，只要真拿出灵石就行。小子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青天圣地不会答应你将传承外传的。青天圣地不答应，老东西，我的传承想怎么处理？什么时候需要你们答应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身为青天圣地的弟子，所得传承自然也该由圣地主宰。哦，青天圣地的弟子，我什么时候成为青天圣地的弟子了？若圣地拿出1亿，我也不介意给他们1尊。既然此人不是青天圣地的弟子，那本座取回我妖族传承，希望青天圣殿不要插手。阿弥陀佛，老衲只想小施主能够将蜂王殿归回原处，给后人留下一份机缘。将我妖族传承和弟子交出，本座即刻离去，否则莫要怪本座将你们镇压。罪过，罪过！你们想抢？哼！秦煞老鬼，你老了，这次本座可不怕你。这是准地兵，不错。秦煞老鬼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下本座的准地兵？又一件准地兵。妖族，我们真不用插手吗？妖族和佛门带来了准地兵，那秦煞不可能是对手。无妨，小子，等下老祖拦住他们，你先离开。记住，不要回青天圣地，找个地方隐藏起来，待大祖出关后会去找你的。老祖不必担忧，准地兵而已，我们也有。小子，你这是哪里捡来的破烂，也配和准地兵相论？不过，既然你急着找死，那本座也成全你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破烂，准地兵，那个小子居然有准地兵，难道是在蜂王殿中得到的？还有，他的修为大圣境7重。老和尚，这小子邪门，你我联手先将其镇压，届时蜂王殿传承，妖族和西莫佛门共享。阿弥陀佛。施主，收手吧，交出蜂王殿和这件准地兵，随老散回西莫，与我佛座前潜修，感悟大乘佛法，可助你去除身上的不祥之气。秃子，阿弥陀佛。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好小子，真猛啊！不输老子当年的风采。
如此强大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手下留人。准帝，是准帝。期末佛门还要脸吗？一个准帝居然对我族后辈出手！准帝。准帝，又一尊准帝，不错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莫要造下杀戮。渡恶只想为后人留下一份机缘而已，此乃是行功德之事，并无恶意。将其交由本座带回灵山思过如何？放过他也不是不可以，就看你灵山愿意拿出多少灵石了。我佛慈悲，还请施主速速放手，否则区区一尊第一重天关的傀儡，本座还是可以镇压的。无尘师叔救我！放开老衲！再跟随无尘师叔入我灵山，清修万年，方可清洗你身上的业障。哦，是吗？孽障！杀他！小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上面会不会有问题？老祖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这到底是什么邪气，竟如此诡异？什么？快结束了。
道友，我只想带走被蜂王殿困住的北玄联盟弟子，并无恶意。多谢道友了。可惜还跑了一只小鸟。跑了？呵呵。想不到那小子居然拥有准地境的傀儡，还好本座果断离开。有那尊傀儡在，传承是不可能拿到了，还是先返回南蛮再说。小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无妨。若是那西莫灵山真的来，我也有办法应付。还是先回庄园吧。再等等。等等。道友机缘深厚，不但修为真至大圣境，还能得到准地境傀儡这般逆天之物。圣主不远从太原圣地赶来，想必不是为了说这些的吧？道友说过，只要1亿极品灵石，便可交易一尊准地传承。可是真的？1亿极品灵石换一尊准地传承，对别人来说，自然是真的。只不过，若是你们太初圣定想换，恐怕还不够。道友这是什么意思？圣主该不会忘了你太初圣地所做的事了吧？哼，青羽，叶长老，父亲，你想怎样？很简单，准地传承1亿，2个人2000万。你给灵石，我放人。好，太初圣地愿意出这个灵石。不过，若是你食言，不拿出准地传承，可不要怪我太初圣地翻脸。传承是我的，我想如何处理，和青天圣地无关。就这样走了？怎么？老祖想要这个传承？只是有些可惜而已。该死啊！秦斩，你应该知道，一尊准地传承对圣地来说意味着什么。老子当然知道，可那传承是我秦族后辈所得，与圣地有什么关系？哼，你秦族难道不是圣地之人？好，灵帝，你还记得我秦族也是圣地之人？那这3000年间，我秦族被打压陨落的圣人，
是不是该给一个交代？此事本座自会调查清楚。但你秦族后辈私自将准地传承拱手让人，此事你要负责。负责？你敢！准地兵。真好，捡到一件准地兵。老大，老大出关了！秦斩，秦族大祖，修为4重天官准地。灵帝，灵族3祖，青帝后人，修为2重天官准地。准地4重天，秦斩老祖。大圣境7重。你就是老二和我说的那个禽兽，哪个缺心眼的给这孩子起个这样的名字？那个便宜老爹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起个这样的名字，这将来自己要是正道了，不是有损威名吗？混账！本座的战兵呢？小辈，你可曾见到一尊明皇小鼎从禁地飞出？小鼎？什么小鼎？没见到。老祖，你有见到吗？没见到。不过太初圣地的人刚走，他们可能知道。灵帝，你什么意思？认为是我秦族的后辈藏了你的圣兵？哼！你杀了灵山圣地一尊大圣，还重创他们一尊准地，灵山不会善罢甘休。交出本座的战兵，还有身上的大地传承，以及这尊准地傀儡，将这些东西交由圣地保管。如此，圣地可以庇护你，免遭灵山清算。交出一切，换取青天圣地的庇护。不好意思，不需要。这可由不得你。怎么？你想动手？未尝不可。地兵，玄黄鼎。秦斩，即便你修为绝世，远比本座强大，那又如何？本座有大帝留下的地兵，极道之位足以镇压一切。念在你们也是圣地一脉，现在将大帝传承和傀儡掌控权交出，本座可以既往不咎，并且圣地也会一视同仁。只要你秦族出现天骄，亦可修炼地经。可笑！灵帝，这些东西到了你灵族手里，还有可能回来？地兵是强大，但想要镇压老子也不是这么容易的。信不信老子拉上你一起死？哼！你不用吓唬本座，即便你我同归于尽，青天圣地还有准地，我灵族亦还有准地。届时，你秦族的这个后辈谁来庇护？自己交出传承，或者本座将尔等镇压，亲自动手取。呵呵，老头，你刚刚说
你灵族的准地多？除了秦斩和这尊傀儡，难道你秦族还有其他准地？这还真有。好，天助我青天圣地2尊准地境界傀儡，这将是圣地的又一桩底蕴。该死！这地兵，不可能！这不是地兵。宿主是否需要使用灵石提升修为？不需要。哈哈哈哈！林宰种，你想不到吧？地兵我们也有。嘿嘿嘿嘿嘿嘿！地兵被劈飞了，老祖他不会有事吧？哼，老祖手掌地兵，怎可能会有事？爽！大兄他还没完，今天过后，秦族就不会再受憋屈了。秦斩！怎么，宰种，动手啊？你说什么？秦斩，你真以为凭借一件地兵就可以抗衡青天圣地，抗衡我林族？能不能抗衡青天圣地不知道，但是镇压你足够了。好，好，好！既然你找死，本座就成全你们。地兵神灵，小子，我们跑吧。地兵神灵而已，又不是真正的大帝，老祖不必惊慌。好浓重的不祥气息，为何我从未见过这件地宫？大帝，这几人夺了我青天圣地的传承机缘，还想祸乱圣地，请大帝镇压贼人，护我圣地。将传承交出，就此离开圣地吧。区区一个地兵神灵而已，真当自己是大帝了？童子，消耗1亿极品灵石，兑换一个临时大帝，给我捏死这尊地兵神灵。童子拒绝，并感觉受到了侮辱。不祥之刃，遇强则强，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神行。宿主还是留着灵石提升修为吧。那是什么？地兵神明吗？这种不祥的气息，好恐怖！沉睡数十万年不曾出手，如此，就让本帝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玄黄重器铸造的地兵，大补之物，吞了你，本座就能恢复更多的力量。童子，你这兵器哪里搞来的？我怎么感觉有些邪门？请宿主请放心，系统出品，安全有保障，就算再邪门，也会为宿主所掌控。是这样。该死！你敢吞噬本地的本源！这不可能！那个妖魔居然在啃食玄黄鼎的本源！不可能的，那妖魔绝不可能是地兵神性。结束了。真的吞了？不可能！地兵神明跟随大帝征战无数年，怎会陨落？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猜？小子，圣地中还有3尊灵族准帝，其中一个至少7重天关以上的存在，还是要小心。老祖是说禁地中那3个？哼哼，或许早就逃了吧。逃了？禽兽，请斩老祖。其实我们可以谈谈的。秦族也是圣地一脉。两族相争，只会让其他势力得利。难道你们想让大帝传下的基业就此衰落吗？这些事，没有你们灵族，也一样可以做到。再说了，你灵族的地兵现在就在我手中，为什么还要和你们合作？你。就算没有地兵，我林族还有准帝老祖镇压，还有祖上青帝留下的地级大阵。是吗？后辈弟子无能，让秦族祸乱圣地。镇压了地兵，生死存亡之际，恳请老祖复苏，镇压贼人，护我圣地万万年基业。请老祖出关，镇压秦族。请老祖出关，镇压秦族。崽子，起来吧，你家老祖来了。请斩老祖。怎么，见到老祖不开心？你们想怎样？
秦族也是圣地一脉，你们难道真要同门相残？灵族一脉剩下的族人、弟子，就麻烦两位老祖了。凡是和这一脉沾上关系的，有一个算一个。斩草除根，这个老祖比你懂。秦战老祖，我们去宝库逛逛吧。怎么了？那是秦善老祖。今日灵族陨落，圣地弟子凡是举报与灵族亲近者，可得赏赐：灵石丹药、功法经文、神兵重器，皆可。核心宝库的收藏，果然不是外库可以比的。小子，不要陶醉了，像这样的宝库还有2个呢，赶紧收了，我们去下一个。都杀完了，辛苦老祖了。两位老祖，剩下的事就麻烦你们处理了。这小子得了天大的好处，跑得倒是挺快。要不解散好了。青帝，你还真是沉得住气，传承都要被灭了，居然无动于衷。100万年过去，仙门要重新降临了。本地藏身禁地数十万年，只为踏足那个地方。为此，区区血脉传承。待仙门降临，本地走出禁地，自会清算一切。系统，清点内世界所有的物品，换算极品灵石。筒子收到，清算中。所有物品资源计算成极品灵石，共20.76,3001颗。宿主是否交易？20.7万。由于交易量大，系统可以给户主21亿极品灵石。交易全部兑换成修为。丁，交易成功。恭喜宿主获得21亿极品灵石，消耗19.67亿极品灵石，兑换神化境5重大地修为，剩余1.330亿极品灵石。下一境界大地6重，需6亿极品灵石。神化境5重大地，圣体大成。
秦斩道友，2万年不见，你还没死啊？哼！姓陈的，你不也活得好好的？你不在北玄域待着，来我青天圣地做什么？难道也是为了传承而来？呵呵，本帝确实是为传承而来。只不过，不是抢，而是买。一尊准帝传承，1亿极品灵石。小友年纪轻轻就修成大圣，这种天赋可以说是冠绝整个天苍大陆。若是早生晚年，说不定有机会证得大道，进入那个地方。小友还不知道。据说，在天苍大陆上方，有一个浩大无边的世界，我们称它为仙界。在古时，修为达到神化境，成就大地的无上强者，可以通过一扇仙门进入到那个世界，追寻大道，长生。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通往仙界的门数关闭了，即便有人修成大帝，也无法进入仙界，只能留在天苍大陆，直至寿命耗尽，含恨而终。这样的情况，直到100万年前才有改变。100万年前，一尊圣体横空出世，2次正道，晚年时期生生打穿了仙门，踏足仙界。他在进入仙界前留下了一句话：100万年后，仙门再临。100万年前，圣体2次正道。小子，你修为还是太低了。如果再给你万儿8000年，说不定有争夺的资格。唉，小友福缘深厚，说不定仙门降临时，能够得到进入的机缘。100万年前，2次正道的苍穹大帝能够打穿仙门。现在同样2次正道的自己，不知道能不能。宿主可以怀疑自己，但请不要怀疑筒子的能力。如果宿主觉得自己还不够强，那就再冲一些。只要灵石到位，都好说。灵石。那是西莫灵山来人了。灵山看样子来者不善，两位还是先暂避锋芒为好。小子，我们先回圣地中。无妨，区区3尊准帝而已。
无罪、无恶、无难。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。秦族犯下杀孽，无故残杀地族，亵渎我佛。两位，请跟我们回灵山。阿弥陀佛。秦族造下大杀孽，为了大陆生灵免遭苦难，请两位带着秦族入我灵山。不错，秦族该死。今天，本座也要你亲眼看着，你秦族是如何被屠的。那是你林族咎由自取。上一次让你们跑了，这次老子将你们全部震杀！小畜生，就是你，是你的邪物吞了地兵本源，我林族才会遭此大劫。给本座死！小子小心！还是我送你下去吧。要不可能一眼就瞪杀了一尊准帝。他刚才做了什么？你杀了他！阿弥陀佛。本来还想亲手将你们拎出来的，现在都是省了本帝一番功夫。那是真的大帝，无上神化境。天帝未曾降下过大劫，无人正道。你怎么可能是大帝？不能停，必须逃！哼，还想逃？准帝联手崩碎的空间被他随手抹平了。这死了。三位先前说了什么？本帝忘了，能不能再说一遍？打不过，逃不了，只能依仗地兵。哦，地兵复苏，这股气息和地兵神性截然不同。大帝，阿弥陀佛！这根本不是地兵神性复苏。100万年过去，大事来临，道友居然瞒过禁区正道。阿弥陀佛，大帝还活着。这3人乃我灵山弟子，无知犯下恶念，道友可否让我带走？未免太不将我放在眼里。道友想如何？大帝之间的意念交锋，如何？你们还是留下吧。他连大帝念头也要镇压。大事来临，待我本体苏醒，会找你清算。大帝念头也不愿硬抗他。这不是晚生万年的人，这是镇压一世的存在。本体苏醒时以后，现在他就在眼前。本体苏醒又如何？哼，找我清算。大帝，我等冒犯，请大帝饶恕。尔等冒犯本帝，本该身死道消。念在修行不易，可留尔等一命。求于本帝宗门每年献出1滴准帝精血。就算你是当世大帝，也不能如此羞辱我等。况且我佛还存于世，你真不怕未来被清算吗？这可由不得你们。至于阿弥陀佛大帝，只要他敢来，本帝就敢将你们锁在一起放血。
阿弥陀佛，大帝就在灵山沉睡，跑得倒是挺快，居然连整座灵山都搬走了。他虽是秦族后辈，可如今已是当世大帝。见过大帝。帝，老祖不必如此，直呼我名即可。不敢。这些精血应该足够让两位老祖的身躯恢复生机，可以踏足更高的境界。准帝精血。现在大事将至，为了福泽苍生，本帝将于1月之后在玄州讲道。届时，北域联盟准帝以上的强者都可以来。多谢大帝。去吧。今日之后，北域再无人敢轻视秦族。真要讲道？老祖，你尽管传出消息，1个月后，青天圣地并入青云宗，称青云圣地。同时，本帝将会在圣地讲道。从灵山的情况来看，那些古代大帝或许都以各种方式活了下来，或许就藏在几大禁区中。现在只是大帝境5重还不够，正好借这个机会狠狠刮那些圣地，鼓足一笔将修为提升至巅峰大帝。青云圣地一立，秦族与青云宗都将被推到天苍巅峰。这3尊准帝，往后也要成为圣地底蕴的一部分。那时才能在天苍大陆横着走。青云宗，青云圣地，那青云宗是什么势力？居然要吞并青天圣地，成就青云圣地？这消息不会是假的吧？青天圣地要改名了，和那个什么青云宗合并，成为青云圣地？千真万确。我三叔的二舅老爷的孙子的男朋友，就在青天圣地扫地，他亲口和我说的。还记得几天前东荒上爆发的恐怖大战吧？听说是西漠的灵山圣地想抢夺青天圣地的传承，2大圣地才爆发的大战。因为这场大战，青天圣地的灵族都被灭族了。灵族被灭族了？老兄，你这消息保不保真啊？灵族可是帝族，青帝后人怎么可能被灭族？再说了，灵山圣地真有这么大的能耐，怎么不灭了青天圣地？哼哼，你知道什么？青天圣地可不只有一个灵族，还有秦族。灵山自然不想放过青天圣地，可关键时候，秦族中走出了一尊大帝，挥手间就镇压了灵山3尊准帝。大帝，我说道兄，你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天苍大陆10万年不出一个大帝，要是有人正道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若是有人正道神话，天苍大陆上必会天降祥瑞，虚空生金莲。哼，老子骗你们做什么？我三叔的二舅老爷的孙子的男朋友，就在青天圣地扫地，他亲口和我说的。而且，大帝1月之后会在青云圣地讲道。大帝，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现在估计整个大陆都知道了。玄州青云宗呢？青云宗，我已经让阿大、阿二亲自去了。3位老祖，这1个月时间，就辛苦你们将有用的东西搬往玄州了。至于那些圣地弟子，若是天赋还可以，检测过心性和忠诚度后，也一同迁往玄州。我们知道怎么做。老祖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
不会为家族招来大祸吧？无妨。你不是喜欢那个叫柳青青的女娃吗？只要你娶了她，就可以和圣地沾上关系，对我们云家而言，将是天大的机缘。禽兽那小子这么久，这都不知道传个消息回来，不会在那青天圣地受欺负了吧？师兄宗主，有老祖在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之前老祖说过，禽族在圣地还有强者，相信护佑禽兽那小子的安全不成问题。咱还是说说青丫头。柳山师弟，小辈的事就让小辈自己解决吧。禽兽那小子翅膀硬了，我都打不过他，还怎么做他的主？宗主，山门外来了2人，说是林州云家前来拜访。林州云家，请他们到宗门会客大殿。云家的道友来我青云宗何事？老夫云流此次来青云宗，只是想和贵宗商量一桩亲事。商量亲事？不错，我这后辈名叫云星，是我云家的天才。他和贵宗的柳青青两情相悦，老夫特来向你们提亲。什么？青青丫头？不错，我云家身为林州第一家族，想来秦宗主应该不会拒绝吧？若是同意，云家愿出天价聘礼，100万上品灵石，神功境法器20件，踏虚境法器5件，王者神兵1件。此外，还有神功境以上的丹药灵草300瓶。青青姑娘，青青，这位前辈说你和那个小崽公子两情相悦，现在向父亲提亲。父亲问你，你答不答应？青青姑娘，云星自上次见过姑娘之后，便惊为天人，夜不能寐。这次请求老祖出关，前来提亲，想与姑娘结成道侣，共同追寻大道。多谢云公子错爱，只不过青青一心修炼，暂时不想找道侣。这，青青姑娘，好了，这位前辈，抱歉了。秦宗主不再考虑考虑吗？本宗无需再考虑，两位，请吧。秦宗主，你真的不考虑？这丫头嫁入云家，云家也不会亏待她，总比留在青云宗这样的小地方好吧？你们是谁？敢如此对本座？青云宗，你们就不怕我云家吗？秦大见过大人，秦二见过大人。大人，是秦羽师叔让我们来的。大人，这2人怎么处理？还有那什么云家，将他们丢出去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他们。老二听到了没？这位前辈，秦玉老祖让你来，所谓何事？大人叫我秦大就好。秦羽师叔让我来玄州向大人传一个消息。
大帝法旨将在1个月后合并青天圣地和青云宗，立下青云圣地，请大人早做准备。大帝合并青天圣地，立青云圣地，不错。大帝镇压了青天圣地的叛乱，以及灵山圣地来犯的准地，将在1个月后返回玄州，立下青云圣地，并讲道3天。返回玄州，意思是说，那位大帝是从玄州走出去的？不可能，简直是天方夜谭！欺负我没读过书怎么的？青云宗怎么可能和那种存在有关系？不管真假，那2个字儿都不能乱说。这发生什么事了？天怎么裂开了？该不会是刚才的质疑触怒了那位存在吧？天啊！这是青云宗，他们往青云宗去了。青云宗成为圣地的消息是真的，大帝出事也是真的了。让我先做，我是修炼天才，老子是玄丹境，都走开，让我先进去。玄丹境一边去，我是灵鹰。都走开，都走开！我三叔的2舅老爷的孙子的男朋友在青云宗扫地，让我先进去。这次的动静足够大了吧？动作还不慢。要是能见到大帝，哪怕是让我修为提升一个大境界，我也愿意。以后我蔡坤就是圣地中的扫地人了，这要是传还回家乡，必将成为村子的骄傲。这就是青云宗吗？大帝的祖地，好贫瘠的天地灵气，还有些人的修为好低。这些都是圣地的弟子。大人，圣地前些日子被清洗了一番，这些弟子只是原来的一半。这些弟子只是原先青天圣地的一半。那也就是说，清洗足足镇杀了数百万弟子和强者。这大帝一怒，果然是要血染天穹了。怎么不见秦羽老祖，还有禽兽那个臭小子？啊！秦羽老祖，两位前辈。这怎么回事？无敌啊，这个行礼就不必了。
老祖怎么如此客气？好了，父亲，你和几位先到一边，我要先开始建造圣地了。是大帝。老祖他叫自己的儿子大帝。还差一点。不是，你来真的啊？你真的是大帝呀！我这儿子，或许，可能，真是的大帝。谁家大帝20多岁？本帝自今日起，立下青云圣地，尔等皆为圣地弟子。当世大帝，这是在向我等示威吗？哼！青云圣地，好一个青云圣地！正好，待仙门降临，让你等为本地提供一些经济。当世大帝，100万年前那人说过，仙门会在这一世降临，看来本尊也该回归了。仙门这一世。臭小子，你真的成为大帝了？嗯，我是大帝。呼吸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头晕是正常的。大帝呀，这2个字以前做梦都不敢想。我老秦家祖坟真是冒黑烟了，紫的发黑。父亲冷静，冷静。我带你来这儿是有东西给你。有东西送给自己？3个和尚，1个老头。小辈，你敢囚禁本座，林族不会饶过你的。你们无罪、无恶、无难，3位道友，你们怎么？大帝，灵山无意冒犯。本帝说过，万年之后会放尔等自由。你抽取了我1半的精血，周身暖洋洋的，好像有用不完的精气。没什么，一些准地精血而已。
那4人都是准帝。那就是青云圣地吗？当时大帝就在那里。这种改天换地的手段，恐怕也就只有大帝才有。1个月前，那道消息说过，大帝会在圣地讲道。太初圣地前来祭见大帝，为祝贺大帝立下圣地，献上极品灵脉10条，悟道茶叶1包。太初圣地，居然是太初圣地的强者！10条极品灵脉，1包悟道茶，好大的手笔！北玄联盟前来地见大帝，献上极品灵脉15条，深海晶布1块，不朽神药药液3滴。这些东西，梦里也不敢一次想这么多。大眼教前来觐见，风族前来觐见，南宫古族前来觐见，祝贺大帝立下圣地。献上极品灵脉30条，万寿血果1枚，一角仙金。妖族曾想抢夺前族传承，现在还敢前来？南蛮妖族前来觐见大帝。现在还不是他出现的时候。今日收到的极品灵脉已经快过100条了。秦斩道友，恭喜了！哈哈，太虚道友客气了，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贺礼呢？老二，好吃好喝的安排上。今日这波贺礼不少。妖族竟然得罪了一尊当世大帝。禁言道友，你也不用太过在意。大帝既然没有去到南蛮，想必这次也不会太过怪罪。只要自己态度好，应该还有救。妖族先前冒犯，还请大帝降罪。妖族，你是说这个？那是鲲鹏所化。妖族愿意臣服追随大帝，只求能够继续传承下去。哦，臣服本地，妖族真心臣服，请大帝收留。这是妖族数10万年来积累的资源，献于大帝。既然所有资源都带来了，收下妖族也不是不可以。正好，圣地中也缺几个护山灵兽。准了，老夫金言，自此刻起率妖族追随于大帝，不敢有2心。如若违背，身死道消，不入轮回。这个老家伙玩这么大。丁，检测到通往异世界的门户降临，系统升级中，系统升级完成 2.0 版本。通往异世界的门户，仙门。宿主可以兑换大地之上的修为境界。仙门，仙门真的降临了。大帝，老夫想回南蛮一趟，将妖族弟子迁移到圣地。去吧。大帝，我等也要赶回圣地，先行告退。仙门降临，我等藏在这暗无天日的禁区中已经数10万年，终于等到这一世了。只要踏入那个地方，就可以得道长生。当世大帝断本地传承，该是清算的时候了。仙门降临，本尊的机缘来了。大乱要来了。大帝，2位老祖，你们先回圣地内，这里不安全。秦族大帝，你屠灭本地的传承，今天本地找你清算来了。我
佛慈悲，请道友归还我灵山3位弟子。禁区至尊出世了吗？是青云圣地的方向，要爆发地战吗？秦帝，你屠灭本地传承，可有想过会被清算？道友，将本座帝兵以及3位弟子交出，本座即刻离去，不会掺和你们的恩怨。林族冒犯帝威，死有余辜。至于灵山3尊准帝，同样冒犯本帝，需受罚1载。1载之后，本帝自然会放他们自由。哼，既然你屠灭本地传承，那本帝今日也要让你尝尝传承被灭滋味。我佛慈悲，2个跌落地位、苟延残喘之人，也想镇压本地？区第5重神化境的大帝而已，即便我等不登临那个境界，依旧可以镇压你。我佛慈悲。哼。大成圣体，帝兵没有丝毫动静。青帝、佛帝，以你们现在这种状态，不是本帝的对手。你说的不错，以本帝此刻的状态，确实无法镇压你。不过这圣地你还是保不住。仙门降临，禁区至尊出世，需要摄取生命精华补充自身。一尊当世大帝，生命精华足以抵得上整个大陆的生灵。等待了无数年。仙门终于降临了，沉睡无数年，复苏后需要大量生命精华。区7重天关的准帝匹夫撼树，这是怎么了？禁区至尊犯下如此杀孽，不怕业力缠身吗？大帝，你在哪里？救救我们！大帝，救救我们！黑暗动乱。果然，仙门降临之日就是大乱之时。师尊已经离开东荒，不知道是不是。若大帝不能抗衡禁区至尊，最终还是难逃一死。大帝，你在哪里？救救我们！仙门毫无征兆降临，至尊出世，让本帝也措手不及。金乌大帝身为妖族大帝，竟径直寻来玄州。我佛慈悲。好一个慈悲！秦帝，你无需笑话，本帝也曾是人族大帝，亦守护过这方天地的生灵。曾经守护，不代表今日便能吞噬众生。可若你处于本帝的位置，恐怕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。长生面前，人人皆是禁区至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，若将自己放在那个位置，说不定也会化作禁区至尊。不过可惜自己有光，顷刻之间，我的修为在暴涨。秦族大帝，怪就怪你倒霉吧！吞了你的生命精华，我们可以恢复更多的实力。还是让本帝吞了你吧。绝天大帝，来不及多想了。绝天大帝，你居然是绝天大帝！终极1月后，再也无法自封。他居然隐藏了修为，
瞒过了所有人。老金乌，不是要吞了本地吗？来吧！该死，秦帝，你真以为本帝奈何不了你？金乌一族肉身强大，本帝不信比不上人族圣敌。这就是绝巅大帝交手的余波。你怎会如此强大？该死！兄弟，灵皇还不出手，本帝陨落，你们也不会好过。青帝、灵皇，你们真要旁观？该死！老吴，你真是好大一只，一锅炖不下。秦帝，你当真要和我拼个你死我活？不错，就是你死我活。你敢？哼，有何不敢？住手！哼，早就防着你们了。秘法一气化三清。这不可能！哼，本体早就防着你们了。原本还想收拾了那头金乌之后再找你们，既然出手了，那就战过一场吧。区区战斗秘法所化的道身，难道还能媲美我等绝巅大帝不成？我佛慈悲。金乌已灭，接下来轮到你们。你找死，王莽！阿弥提陀佛，大帝。这可是地兵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的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们老了。该死！两位都不要藏着了，这次不是慈子死，就是我们亡。斩了他，炼化生命大药，我们才能撑到仙门彻底开启的时候。跑了！你们两个杀千刀的居然跑了！青帝老秃驴，你们害我！绝巅大帝的傲豪呢？
圣体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灵皇，你觉得自己还能走？我佛慈悲，灵皇道友为你我断后，真乃大义。禽兽的强大出乎意料。老和尚，你灵山圣地应该还有不少强者吧？炼化一些长生药没什么问题。我佛慈悲，灵山圣地乃本座传承，那些弟子疑是本座弟子，道友莫要胡言。哼，现在需要大量生命净化弥补自身。域外星空和天苍大陆的强大修士基本都被猎杀干净，也只有东荒还未被波及。趁圣体被灵皇缠住，赶回东荒，事后再躲进星空，他休想找到本地。臭小子，你应该不会有事的吧？放心吧，就算同时面对4位至尊也能抗衡。刚才天降血雨，很可能就是大帝斩杀了禁区至尊才出现的异象。青帝，禁区至尊突然返回，绝不是好事。4重天关准帝，禽族之人，生你屠灭本地血脉传承。今天本地要他看自己的传承被屠。哼，区地级大阵，也想阻拦本地？完了！大帝境面前，准帝4重也生不起反抗念头。挡下来了！青帝，好久不见了。无极天尊，怎么，你要阻我？这灰色小店竟能让青帝忌惮？一件另类地兵而已，你真以为本帝无法拿下你？可惜，你没这个时间了。本帝回来了。大帝，是大帝回归了！这臭小子，青帝，你还真是大胆啊！圣体，你竟然回来了！你可以和他们团聚了。大化青天！该死！圣体，你敢！原来大帝也是会被人杀死的。青帝死了！大帝真的有镇杀至尊的战力！禁区至尊出世，掀起滔天杀戮，该清算了。大帝他要干什么？臭小子！幽冥深渊。
圣体，你想如何？你已经杀了金乌、青帝3人，现在前来是要彻底平了禁区吗？不然呢？你刚刚才做的事，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？本皇只是杀了一些蝼蚁而已。现在仙门降临，你确定要以1人对抗3大禁忌？速战速决。哼！敢以肉身之力杀本皇！圣体，你欺我太甚！这怎么可能？自己的肉身竟然不敌人族！继续。增幅战力的手段，本皇也有。增幅战力的秘法。还想跑？石皇陨落。为了追寻长生，甘愿化身禁区沉睡无数年。好不容易等到仙门降临，结果却如此草率地被人斩杀。比之极品灵脉更加纯粹、更加精纯的灵脉。禁区至尊能够沉睡数十上百年，看来应该就是靠着这条灵脉了。兑换的仙元直接提升修为，晋升至飞仙境2重。天道压制，这片天地容纳不了如此强大的存在。他收敛了气息，却比大地威压外露时更危险。禽兽，你镇杀石皇青帝，凭幽冥深渊，如今见太上禁区究竟所何？我等并未走出禁地。3位无需紧张，本帝前来并不是找你们麻烦的。不是找我们麻烦的。那老友此来为何？本帝此来，想借禁区下灵脉一用。要灵脉？道友需要，尽管取去便是。将灵脉换成修为，晋升飞仙3重。上界。大帝！这臭小子！大帝，恭迎大帝凯旋归来！灵剑还都在。大帝，仙门降临，届时我能否踏足？仙门，老祖放心，若是仙门为真，
届时我们都可以前往上界。若能去到上界，也算不枉一生啊。我们是不是也有机会跟着一起去到上界？仙门若真能开，自然可以走；若不能开，也可以打穿2界壁垒。太初圣地处于东荒之内，才未遭禁区至尊光顾。天苍大陆此后10万年，都将是青云圣地的天下了。以那位当世大帝的战力，能够平定禁区并不奇怪。圣主，仙门降临，这一次我等准敌境的老孤档想要闯上一闯，圣地以后就拜托你了。老祖，那就是通往上界的路吗？成仙路又岂是入往的失败者吧？太玄师弟，或许你我亦会成为路上的一具枯骨。这就是生命神树的幼苗吗？果然是好强大的生气。若无地宫大阵笼罩，这股生气恐怕能让地面长满灵草。这小东西居然有神华境大帝的修为，一株幼苗就有大帝修为，草木都能成精化药，更何况是这样的天地灵根。主人，仙门的扩张停了，裂缝停止，停清扩张，古路完全显现。仙门真的开了，大帝若动，我们便跟上；若要闯，便是今日之后。仙门彻底开启了！开启了！开启了！你们开了！圣体果然没有诓骗我等。仙路还是黄泉路？仙门开启了吗？比推测的时间快了1半啊！大帝，仙门开启，有禁区至尊出现了。无妨。看，有人进入仙路了！这里经历了什么？就算天苍大陆荒古以来所有圣人以上的强者加起来，也不会有这么多吧？好浓郁的气息，这难道是真正的仙灵气吗？不好！这该死，怎么这么多？
大帝这是要闯仙路了吗？该死！这些都是些什么怪物？难道是上界的仙兽吗？仙路难登，多少人杰都倒在了路上。看来老夫也要留在此地了。这就是那个人故乡的强者吗？气血干枯，连4头伪仙境界的兽都无法镇压。这样的世界，真不知道怎么会走去那样的妖孽。一个下界大陆，千百万年能走出一堆妖孽已经是极限，需要消耗无穷气运。如此，这个世界会衰落，也是理所当然。那是北宫羽，太玄仙宗弟子，修为真仙1从；厉云，太玄仙宗弟子，修为真仙3从。真仙，太玄仙宗，仙门开启，只是让下界修士飞升，怎么会出现仙迹之人？找死！好恐怖！怎么可能？圣体他……多谢道友出手。李师兄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或许宗门要找的人找到了。圣体在看什么？仙路中的人，该不会是……你应该就是这个小世界的最强者吧？能够在下界这种地方修成仙人之境，倒也算个天才。什么？仙人？小辈，不要以为修成仙人就可以自傲。区飞仙境界在上界随处可见，不过是最底层而已。本座问你，你可是荒古圣体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是就好。既然你是荒古圣体，那就跟我们走吧。为何要跟你们走？本座乃上界太玄仙宗弟子，此次奉命下界，将你带回仙宗，莫要不识抬举。太玄仙宗乃昊天仙域10大仙宗之一，能被宗门看中是你的福分，不然凭你一个区飞仙境的下界之人，就算天资不错，可独自到上界，恐怕也活不过1月。什么太玄仙宗，本地不感兴趣。你们找错人了。不感兴趣，这可由不得你。既然不愿活着跟本座回仙宗，那本座带你的尸体回去也一样。飞仙境1重的实力，真是找死！小辈，你敢对仙宗弟子动手，可知这是什么后果？束手就擒，跟随本座回上界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；否则如何？小子，本座这是给你机会。
莫非你真以为本座奈何不了你？你还是担心下自己吧。好胆！你想做什么？哼，干什么？刚才让你逃了一命，本帝倒想看看你还有没有保命手段。找死！强行提升实力，愚蠢！区一个下界的低贱之人，本座不信你还能逆天。看本座镇压你，祭奠北宫师弟，斩！哼！小伎。这不可能！没什么不可能的。若你还是真仙境界，本帝或许还会忌惮一二。可区飞仙三重，也敢说镇杀本帝？你怎么知道本座的修为？你找死！真以为本座拿你没办法吗？怎么会？等等，住手！跑得倒是挺快。上界之人果然都有些保命手段。
打开内世界，将资源交出来。你想要资源？道友，太玄仙宗可是上界仙域10大仙宗之一，若是能够加入，必然会有天大的好处。聒噪！我给你，快停下！我愿意打开内世界，将所有资源都交给你，还有关于上界的一切信息。快停手！内世界，这些应该就是仙缘了吧？道友，你收了资源，是不是可以放我离开了？放你离开？你不要！100万年前，苍穹大地。我等既已油尽灯枯，留下也是一死。如此，何不拼上一次？况且，圣体师前既然出手相助，相信现在也不会害我的。冰皇道友说得对，以圣体的实力，若是想杀我等，即使逃走也无用。这就是仙门吗？走过去就能去到上界。拜见圣体。你们想进去？我等3人已经油尽灯枯，想要求长生，也只剩下这一条路了。还希望圣体可以让我等进去。既然你们想进，本帝自然不会阻拦。臣
上界，本座感受到上界的气息了，是真的上界，本座要踏足上界了！不好，快退！该死！果然暗藏危机，看来上界也不是这么好去的。臭小子，没事就好。拜见大帝。不必多礼。大帝，仙路里面到底有什么？仙路内的阻碍已经被本地清理干净，仙门之后流淌着虚空风暴，凭借尔等修为，想要穿过根本不可能。这，连大帝您也无法穿过吗？那3位禁区至尊如何了？他们死了。仙路开启，爆发恐怖大战。现在大战平息，想必那位当世大帝已经离开了天苍大陆，去往上界了吧？等待了100万年，本帝也终于要踏上仙路了。这就是仙路吗？好奇特的气息。这就是仙门吗？仙门非大帝不可入，长生无望。那是阿弥陀佛大帝，他怎么会？如此明显的业力缠身，佛帝亦参与了黑暗动乱吗？见过佛帝。我佛慈悲，诸位施主也想登上仙界极乐。我等修为浅薄，无力横渡虚空风暴，不敢妄想。诸位道友无力横渡，不如让本僧带诸位上去吧。老和尚还是如此虚伪。你为了一些生命精华，连整座灵山都献祭了，又何必再如此假惺惺？
我佛慈悲，圣地众生并没有陨落，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继续存在而已。他们会在本僧的佛国中永生。我肚子。大帝，是你，你没有进入上界。老和尚，我等你们很久了。顾苍穹，是你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顾苍穹，本帝，顾苍穹，你就算化成灰本尊都不会认错。本帝不知你为何将我认成苍穹大帝，但本帝只是自己，除此之外不是任何人。顾苍穹，100万年了。今日相见，一切都是因果使然。顾苍穹，你也尝尝本尊100万年承受的痛苦吧。超越了绝巅大帝的修为，有意思。这。本帝不知你为何将我认成苍穹大帝，但本帝只是自己，除此之外不是任何人。你似乎失去了一些东西，或许吧。他是你，你却不是他。动手吧。100万年了，不管你是不是他，本尊始终还是输了100万年。你动手吧。糟了！现在还想逃？你想如何？秦帝，本僧之前与你是有些不愉快。但本僧因为杀过人族炼药，你真要赶尽杀绝？哼，赶尽杀绝，不错，本帝就是要赶尽杀绝。秦帝已经无敌了。这也算物尽其用了。
何事？我想问，大帝是否会前往上界？这与尔等何干？若是大帝前往上界，能否请大帝带上我二人？将你们带往上界？你们是不是忘记了，太初圣地曾想抢夺本地的传承？本地没有追究太初圣地，已是天大的仁慈。你们凭什么认为本地会带你们去上界？死了，都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以他们真仙境的修为，就算遭到天道压制，修为跌落，亦有非仙境实力，怎么会陨落在下界？我太玄仙宗耗费底蕴，连数位仙君都因此遭受反噬，才将两人送往下界。那个小世界有什么，竟能让非仙境陨落？传本军令，在太玄仙宗势力范围内搜寻飞升者，一旦发现荒古圣体，即刻带回仙宗。大哥很喜欢。可惜，这内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。丁，宿主可以花费灵石兑换一株世界神树哦。生命神树蕴含强大世界之力，结出的世界原种都可以演化成长为一个小世界。若是宿主同时拥有2株神树，就可以将内世界演化成为一个真实的世界，可以让生命生存，甚至诞生出生命，成为一个真正独立、完美的生命世界。世界神树演化出完美，可以诞生生命的世界。这世界神树必须要兑换。童子，你估算一下，那些仙兵、仙草可以兑换多少仙元？丁，非仙境仙兵6柄，真仙境仙兵2柄残缺，仙草、仙丹共价值18100下品仙元，再加上原有的52010枚，宿主交易后将拥有71110枚下品仙元。71110下品仙元。大姑，多谢大姑。童子，全部交易，兑换世界神树后，剩余仙元全部用来提升修为。丁，宿主交易所有资源，获得7万下品仙元，兑换世界神树幼苗，消耗100仙元，兑换修为至真仙境3重，消耗63900。剩余6000下品仙元。真仙境3重。这就是世界神树吗？主人，
以后叫我大哥。是大哥。叫二哥。叫二哥。二货。很好，嘿嘿。给，好吃的。这给我的？嘿嘿，多谢二哥。好了，你们两个过来，我有事问你们。大哥，大哥。你们两个能不能让这个小世界演化成为真正的世界，能够自行诞生生命的那种？筒子，筒子，你不来解释一下？丁，筒子从来不卖假货，出来混都是讲信用的。这两株都是幼苗，只觉醒了一丝丝传承记忆，宿主可以给他们吸收仙元，提升修为。只要修为提升，届时世界神树便会结出世界元种，传承记忆也会觉醒。是这样。这些都是你们的，好好吸收，提升修为。臭小子，你老子来了！父亲，你怎么有空来这儿了？可是有事？怎么，没事就不能来这儿了？几位老祖让我来打探一下，想知道你到底要不要去上界。大帝，三位老祖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刚好也有事要找你们。大帝有何事？三位老祖，你们可想去上界？去上界？几位老祖若是想去上界，就请早做准备。待我前往之时，自然会带上你们。1年时间过去，也该演化世界了吧？生命原种，世界原种。演化真实世界，必须有完美的世界原种，再以生命原种喂养，待其复苏。复苏之际，与内世界融合。现在已经可以演化生命世界了。生命神树还在继续凝结，1枚、2枚，数量还在暴涨。每一枚都是浓郁的生命气息。世界神树只有1枚，所有世界之力都被它吞噬。它
他才变成真正的世界核心。小青、小介，大哥问你们，刚才凝结的可是生命原种和世界原种？是哦。大锅要吗？小青都给你，还有我，我也给大哥。这可是完美的原种哦。大哥可以用它演化出完美的生命世界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直住在大哥的世界里面啦。是呢。他们还记得我的问题，他们是主动交出来的。好孩子。你们先退开一边。大哥马上就演化孕育真正的生命世界。世界原种，太慢了。去！迅影正在挤压内世界，再任它扩张，空间会崩溃。哼！给我融合！断了就再凝。内世界必须稳住。裂缝在愈合，大地真的出现了。这就是演化后真正的世界吗？空间已经扩张到50万里，这里的世界之力也能加持自身。有了这片世界，我踏足上界的保障又多了一份。等待了1年，内世界终于成了真正的生命世界，现在也该到离开的时候了。大哥，大哥还有事，你们先进去内世界看看新家。大帝找我们有事。我准备近日就离开，前往上界。大帝，我们商量过了，老夫这把老骨头和几个小家伙就不去了。这是那2宗准帝傀儡。青玉老祖，以后圣地就交由你镇守了。若是遇到不可抗力的强敌，可以到地宫来。是。父亲，2位老祖，你们先进入我的内世界。儿子，
这是你的内世界？不错。将分身留下来，守护圣地吧。有分身在这里，我也安心些。该走了。天主山，想不到这么短时间又回到了这里。从这里上去，应该就可以避开那太玄仙宗了吧？哈哈，那个该死的家伙终于走了。待本皇回到族群，解开封印后，修为必然飙升。小子，你最好不要让本皇在上界碰到你。再碰见，一定将那小子抓起来，抢光他的宝贝，衣服都给他扒了。3。区区空间风暴而已。是。里面就是仙界了吗？动作快点，别想偷懒装死！哼，一群贱骨头！这是仙界？大胆！什么人敢闯入我紫日宗旷地伤人？该死！啊！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招惹大祸了？我们紫日宗玄仙老祖坐镇，你能够在下界凭借自身实力打破空间飞升，天资确实妖孽。只要你加入宗门，现在犯下的罪过，想必宗门也不会再追究你。加入紫日宗就不必了。不过嘛，
我有个小忙，却是要你帮一下。你要我帮你什么？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打劫，将挖掘的仙元通通交出来，给你3息时间，打开内世界，交出仙元。3息过后，死。年轻人，你不要自误。1息，我紫日宗的天仙强者正在赶来，你现在罢手还来得及。2息，你3息了。等等，我给你。果然不少。童子，交易所有仙元，兑换成修为。宿主交易仙元427008枚，兑换真仙境巅峰修为。真仙境巅峰。你敢！若损伤仙灵脉，紫日宗必不放过你。这灵脉，我取了。不，我的灵脉！万仙搬山。大胆！来的倒是挺快。什么人敢在我紫日宗地盘撒野？司徒长老，救我！真仙境巅峰，年纪如此轻，恐怕来历不简单。年轻人，你是哪家的弟子？为何劫掠我紫日宗灵脉？司徒长老，他是飞升者。闭嘴！哪个飞升者能有真仙巅峰修为？若不给合理解释，今日不能让你离去。没有理由，也不用试探，我没后台，动手吧。好，你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飞升者不可能有如此实力。斩！司徒长老，怎么会？你想怎样？只要交出资源，也许能活。他们从未把飞升者当人，他们根本不将下界飞升者当人。一旦被抓住，就要给他们当矿奴。想借我的手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陆晨。陆晨是吧？你去杀了他们。让我去杀他们？
走了？他怎么能走？居然想害我们！不要杀我们！我愿一辈子挖矿，不要杀我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一群贱种，还想害我们！灵脉被毁，司徒长老被杀，必须禀告宗主。一定要杀了那个家伙！这是怎么了？他没走。这就是仙界的大城吗？果然雄伟。下界的大城与之相比，简直就是尘土与星辰。太玄仙宗招收下界飞收者，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出现在天苍大陆仙路上的那个上界仙人，就是太玄仙宗弟子。嘿嘿，道友，羡慕吧？太玄仙宗啊，昊天仙域10大仙宗之一。可惜，人家太玄仙宗只要刚飞升的下界修士，对于你我这种上界真仙，人家根本不会多看一眼。在下花大锤，见过道友。禽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禽兽道友有礼了。我花家虽然比不上太玄仙宗，但在这仙灵城还是有些实力的。多谢花道友好意，只不过秦某初来仙灵城，还想多看看城中风景。既然如此，那花某就不强求了。不过道友在城中若是遇到事儿，尽可报我花大锤的名号，相信可以为道友免去一些麻烦。二少爷，看来这花家在城中还真是有不小的能量啊。虽然并没有从这个花大锤身上得到太多信息，但我已经隐隐有种感觉，这太玄仙宗张贴的金榜，恐怕就是冲我来的。太玄仙宗吗？这位大人，您直接进去就行了。或许是因为会花大锤的原因，我和那花大锤并没什么关系，也不想为了区区一枚仙元就欠下一个人情。居然还有凡人，看来仙界除了大一些，似乎和下界的区别也不是太大呀。这次很幸运，没有同行在附近。大人，您是第一次来仙灵城吧？需要向导吗？只要给我10枚，不，给我5枚仙元，我就可以为你当向导。好，先领我去找个住处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请跟我来。醉仙楼，不是让你带我去找个僻静些的住处吗？这小姑娘该不会是酒楼的托吧？这是……大人，这醉仙楼住处客房内城空间，不会有人打扰，而且醉仙楼乃是城主府的产业，无人敢闹事，最为安全。且大人还可以品尝到仙灵城最为美味的食物。要是真如对方所说，那这醉仙楼倒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位客人想要吃些什么？我们醉仙楼的什么都有。飞仙境5重的跑道，强大的妖兽血肉，仙草药膳，各种奇珍仙酱，不仅味道好，还能提升血气，增长修为。真不愧是城主府的产业，最便宜的都要1000下品仙元。这个向导到底是不是酒楼的托子？不过我现在也不在乎这些小钱，给我准备2个房间。飞仙境妖兽血肉果然不凡。
紫日宗老祖，玄仙。小伙子，就是你杀了我紫日宗弟子，挖了我宗的灵脉。本座一路追寻而来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不杀了他，难消心头之恨。醉仙楼乃城主府产业，我不信有人敢闹事。不能出声，不能惹事。想杀我？仙灵城内禁止争斗。是吴总管，他居然出来了！本座不管你们有何恩怨，城主府有令，仙灵城内禁止发生争斗。这位道友，请收敛气势，不然老夫只好将你镇压，交由城卫军处置了。哼！一旦对方动手，我根本无还手之力。小子，不要在城中惹麻烦，不是每次都有人及时出现帮你的。大人，现在怎么办？没事，我现在的实力或许杀不了玄仙，但对方想杀我也不可能。年轻人还是太年轻了，死到临头还有心情享受美食。难道他还想一辈子待在城中？城中不许动手，本座不信你一辈子都不出去。二少爷，看来你这位朋友惹下的麻烦不小啊。那位玄仙似乎已经盯死他了，要不要我出手将那位玄仙解决了？不用。吴伯，你帮我查一下这人的来历，还有那个玄仙所说是不是真的？是，二少爷。禽兽道友，1000下品仙元1天，这质量还凑合。童子，能不能隔绝这片空间，阻断窥探？已隔绝天地，宿主所在房间自成天地，禁止任何窥探。隔绝了空间？想不到秦道友竟然还有如此手段。童子，交易这条灵脉，换成仙元。丁，检测到灵脉经过开采，运量降低，价值400万下品仙元。被开采这么久，还能值400万，已经不错。正常灵脉蕴含资源都在1000万以内，连灵性都有些缺失了。全部提升修为。收到，开始交易灵脉并转化修为。宿主消耗300万下品仙元，修为提升至天仙境2重。天仙境2重，剩余100万，提升至下一等阶境界需要300万。这股力量比真仙巅峰强太多，再遇司徒明，随手便能捏死。到了仙人境界，提升修为所需资源更多了。天仙2重，想反杀司徒浩然还不够。明天问问那个向导，仙灵城有没有赚仙元的地方。新的一天，从睁眼开始。大人，若非大人赐下兽肉，我不可能一夜入飞仙境。本就处在临界点，又炼化飞仙境妖兽血肉，突破并不奇怪。仙灵城中有没有地方能快速赚取仙元？例如毒房这些。毒房，仙灵城倒是有一种地方。仙灵城确实有赌房，不过赌的是石头，
这听着怎么有些熟悉？石头里面藏有奇珍，那些石头从古战场的地下挖出，里面或许藏有古石至宝。那样的地方，以前我连靠近都会被赶走。据曾有人从石里开出仙王金血，还有不朽仙药，一夜暴富，轰动全城。仙王金血、不朽仙药，随便一样都能兑换海量仙元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大人，真要去？怎么，有问题？不是，只是那些想靠赌石翻身的人，最后大多赔得底朝天，更多人会赔得倾家荡产。没事，你尽管带我去便是。我只是向导，提醒过便够了。小家伙，没有仙缘了吗？等你输光仙缘，看你还怎么留在城中。这个老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只要等他出城，本座就让他死无降身之地。天仙二重杀他不够，但他想杀我也不可能。这些都是一些小店铺，我带大人去深处。你带路就好。仙元石坊，似乎这都是从死人堆下挖出来的一样。这是城中一个豪族开设的石坊，大人若想，可以进去看看。站住！有事。仙元石坊需要验资才能进入。验资？怎么个验法？最低1万下品仙元，若是没有就赶紧离开。这石坊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。看你年纪轻轻的，攒了一些仙元也敢来仙元石坊，这些地方不是你能来的。这些够了吗？可以进去了吗？可以。哼。大叔，这是我家大人的仙元，我来拿就可以了，不用麻烦你。该死！大人，大人，您的仙元。区1万下品仙元而已，你留着吧。你可以用来在这购买一些矿石。大人，这真的给我？怎么？不要？要，我要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最便宜的都要1万下品仙元，高的更是要100万。而且不是下品仙元，而是中品仙元。在更深的区域还有更珍贵的石，想必价格会更加昂贵。这位兄弟，第一次来吧？要不要我给你推荐几块矿石？方才是我家护卫怠慢了兄弟，略表歉意，我可以为兄弟推荐几块石。当然，如果兄弟不愿意的话，那就算了。眼前之人似乎就是石坊的主人。是王仙少爷，他居然要亲自为人推荐矿石，那小子有福了。王仙少天生神童，能够看穿极大部分的石。由本少出手帮你选一块石，届时你只需将其买下就好了。本少保证一定可以开出仙珍。万一开出的仙珍还抵不上购买时的仙元呢？丁，宿主莫慌，筒子可以赋予你看穿矿石的能力，只要消耗仙元，筒子就能帮你透视内部，每次消耗1万下品仙元。消耗仙元，透视矿石内部，这外挂开得太超标了。怎么，这位兄弟不相信本少吗？还是说你觉得自己买不起这里的石？我确实买不起深处的石，但这并不重要。选石这种小事就无需麻烦王少爷了。
我自己就可以。又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走出来的、没见过世面的野修。开了抓后，我在这外围就可以花费最小的代价得到想要的东西。先前在石坊门口那1万下品仙元，应该就是他的全部身家了吧？外围的石料早被王家的高手看过了，基本可以确定里面没有东西。这些看似废料的石头，也许正是最适合下手的地方。童子，你方才所说的透视能力怎么用？丁，宿主指定一块石料，消耗仙元即刻获得透视能力。石料越大，需要消耗的仙元越多。还需要自己指定石料，居然能隔绝神念探视，果真神异。这些石料都是从远古禁区运回来的，沾染了战场的气息，神念无法穿透。不过前提是你有足够的仙元买下。虽然没有完全看透，但也能看见内部有没有宝物。只有其中10几块藏有宝物，位置记住了。童子，我要透视这一块石料。丁，石料较大，透视需要消耗10万下品仙元。石料中心位置竟藏着一块拳头大小的赤红玉石，玉石之中还包裹着一滴赤红的精血。我选好了，就要这块。这块石料我也曾看过，多半是一块废料。这块石料毫无纹理，上面还遍布气孔和裂痕。如果还能开出宝物，老子把这块石吃了。你真的确定要买下这块石料？难道这块烂石里面真的藏有仙宝？怎么，王仙少爷不舍得这块石？仙元石坊打开门做生意，只要你出得起仙元，便可以买走。少爷，周管事，这位兄弟想买下这块石，你和他交易吧。既然小兄弟你想要，便给50万下品仙元算了。这周胖子真是不要脸，一块烂石居然要50万下品仙元，心太黑了。怎么，小兄弟是觉得贵，还是没有如此多仙元？50万下品仙元而已。这简直就是意外之财呀！好，小兄弟，现在这块石是你的了。凡是在坊内购买的石料，仙元石坊提供免费解石服务。小兄弟，这块石料是在这儿解开，还是带走？解石就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可以。或许这年轻人也看出了这是一块废料，所以才如此粗暴将其震碎。果然是废料。现在看来，对方就是不懂装懂。这位兄弟，你也不用失望，赌石本就有输有赢，一时走眼说明不了什么。坊中还有其他石料，你要是想的话，可以再看一下。那块小石要能开出仙宝，老头子将地上的石叉全吃了。故弄玄虚。什么？这是……先前虽然经过系统透视，但没有真正抛开剑道时，还是有点不确定的。这真的开出仙宝了？怎么可能？这样一块废料真的开出了仙宝，而且还是兽血玉。兽血玉确实是难得一见的仙宝，可惜因为原石上的裂痕，导致血玉蕴含的精气易散，现在已经没什么价值了。废玉吗？童子，这滴精血可以换多少仙元？丁，仙君境撼天神元遗留的精血，价值10万上品仙元。10万上品仙元，50万换10个小目标，值，太值了！兄弟果然好运气，居然第一次就开出了不错的仙宝。这滴精血，本少愿意出1万上品仙元购买，不知兄弟能否割爱？1万上品仙元，已经是许多人一生都不敢想的数字。
10000上品仙元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那块石中蕴有仙宝，只是囊中修宪没有足够的仙元买下而已。老陈头，我记得刚才好像有人说过，只要那块石料能开出仙宝，他就把整块石头都吃了。谁说的？10000上品仙元，就想买这滴仙君精血。王仙少爷说笑了，这一滴精血至少都是仙境所留，10000上品仙元的价格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说什么？若是王仙少爷拿出20万上品仙元，我倒是愿意将仙君精血卖给你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这么多仙元，也可以砍一下价。20万上品仙元，呵呵。我说了，如果王仙少爷真想购买，又拿不出这么多仙元，也可以砍价的。一滴精血而已，就算是仙君境所留，但经过这么多年逸散，所剩能量无谷。20万上品仙元，道友在开玩笑。呵呵，我说了，如果王仙少爷真想购买，又拿不出这么多仙元，也可以砍价的。我王家岂会拿不出区20万上品仙元？你也不用急本少，20万上品仙元对王家来说不算什么，但那滴精血不值这个价。我看道友对于寻鱼之术造诣颇深，不如你我对赌一番。若道友赢了，本少自当奉上20万上品仙元；可如果是本少运气好，侥幸赢了道友，道友只需将方才使用的桐树神通传给本少即可。如何？20万上品仙元赌那个金色树童的神通？对赌？如何对赌？哼，这送上门来的20万，不要白不要。道友与我各自选择3块石料，谁开出的仙宝价值大，便是谁胜。当然，所选择石料的价值，每块不得超出1万上品仙元。好，就如你所说。哈哈，好，道友果然爽快。我和这位道友的赌约，还请各位见证。能够看王仙少爷选石，也是一件幸事。道友，请吧。好。忘了告诉道友，这中部区域阴煞之气浓烈，进入其中要小心，莫要被阴煞气息侵入体内了。啊！哼！大道天眼，最后40万下品仙元也用来透视消耗了。既然都选好了，那就开始解石吧。慢着，你选的3块原石价值27000上品仙元，先交仙权将原石买下，才可以解石。少爷抱歉，这是石坊规矩，不能破坏。道友，你看，哼，还惦记我的仙君精血。和这3块石里的东西相比，精血也没那么重要。
慢着！花大锤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城主府的少爷。哈哈哈，禽兽道友，好久不见。花道友，花蛮子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哼哼，本少只是看不惯你们欺客而已。27000上品仙元是吧？本少替我这位道友出了。花道友，你，花少爷居然替那小子出了仙元，想不到这人还和城主府有关系。少爷，这既然有人愿意出这仙元，那便收下。是，少爷。现在开始解食吧，本烧香来。道友不必紧张，区区2万多上品仙元而已。啊，这是上品仙元，不是上品，是极品仙元。该死啊！这块原石老夫看过。道友，现在轮到你了。道友，本少这根石固上3703枚极品仙元。兄弟，用不用我为你解食？不用。兄弟啊，要不还是我替你解吧。再这么削，仙宝都要被削废了吧？花道友放心，我有分寸。这个，该不会是灵髓吧？是了，一定是灵髓。居然是灵髓！怎么样，王仙少爷，这团灵髓也和你的仙元柱哪个价值更高？灵髓虽然珍贵，但这一小团价值最多也就和仙元柱不相上下。睁眼说瞎话，真不要脸！所以这一局应该算平局。死肥猪，你瞎了！这灵髓只值3000多极品仙元。花大锤，这是我王家的石坊，不是你城主府的地盘。这一局是本少输了，不过还有2块石未解。出了，这是兽血玉啊！兽血玉又开出了兽血玉，出了，王仙少爷也出了。这是什么？一个蛋。死蛋？怎么会？少爷。这一局算平手，如何？普通兽血玉内部没有妖兽精血，可以，那就算平手吧。啊，这怎么会平手？慢着，王仙少爷，有事。关于赌约，本少还有一个要求。感觉要输，想赖账。你说，输的一方
还要交出今天开的所有仙宝，连今天开出的仙宝都押上了。好，我答应了。只要赢了，石坊便没有损失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开石吧。华兄放心，我有把握。二爷爷，是破山仙君！这块石里面竟藏有这种东西。小友，这块石不必再开了。我王家给你3万极品仙元买回此石，如何？二爷爷，孙儿若赢了，仙宝可送给您。这场赌约，你输了。我输了？不可能！好恐怖的精气！怎么会？只是废血？3万极品仙元已很丰厚，赌约也算你赢，赌注不会少你。王破山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！3万极品仙元就想买下里面的东西？是花玄仙君！花玄，花家石坊的镇守之人。那块石里到底开出了什么？花玄，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哼，什么意思？王老头，3万极品仙元就想买下里面的东西，太黑了。这是本君和这位小友的事，自由交易，城主府也管不着。呵呵，王老头，你急什么？既然是交易，自然价高者得。小友，城主府愿出10万极品仙元买下这块石。既然卖给城主府，便快些交易，莫要妨碍选石。成年撼天神元至少仙君5重以上，这样的存在竟被一指之力镇压，该不会是一尊妖君吧？出手的人不可深想，练成傀儡，抗衡仙君1重不难。既然如此，老夫也不久留了。有空闲可以到城主府做客。王仙少爷，我赢了，赌约是不是该履行了？这么多人见证，不能赖。20万上品仙元，不多不少。道友，有些事做得太过，可能会不好收场。凡事留一些，日后相见也不至于太难看。威胁而已。童子，隔绝天地。收到，隔绝天地完成。12万极品仙元。童子，这些极品仙元可以兑换到多少修为？系统检测到12万极品仙元，以宿主天仙境2重修为，花费104542极品仙元，可提升至仙君境4重。10万多极品仙元。灵髓价值8000极品仙元，仙君精血价值2000极品仙元，兽血玉12枚，价值6000极品仙元，兽蛋1枚，价值5800极品仙元，总价值21800极品仙元。只有2万多吗？就算加上仙元柱和20万上品仙元，也还是不够。仙君4重也很不错了。童子，消耗极品仙元，将修为提升至仙君4重境。宿主消耗104542极品仙元，修为提升至仙君境4重。
宿主的突破波动太强了，我会稳住隔绝空间。这是发生什么了？世界又在扩张了。难道是禽兽那小子又突破了？修为太低，不能成为他的累赘，必须更快变强。突破波动已经稳住了。仙君境4重，足够改变眼前局势。仙君境才可撕裂深层虚空，用来赶路，一息1万里。童子，撤去隔绝。好，隔绝撤去。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时，也该来了吧？大锤，你和那位小友如何认识的？锤三爷爷是在城门口相识的。这么说，那位小友是个外来者？应该是，不像仙宗弟子。三爷爷，他得了这么多财富，恐怕会被觊觎。我们能不能帮他一下？无妨，我会盯着王家老东西，其他跳梁小丑他应付得了。你明日再去找他，若他平安无事，可邀他随家族去那个地方。随家族一起去那个地方。来的有点晚啊，老家伙。小家伙，你以为待在城内，本座就不敢杀你？现在你会不会后悔杀我紫日宗弟子，抢夺仙元脉？若不是你杀了我儿，本座未必会亲自追来。后悔？为什么后悔？紫日宗奴役下界飞升者，不过是死有余辜罢了。小家伙，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，先拿到那笔财富，再杀他离开仙灵城，交出12万极品仙元和10方仙宝，本座给你一个痛快。别想着有人来救你，本座已用至宝封锁这片空间，除非仙君亲至，否则谁都发现不了。是吗？用至宝封锁了空间。你说的可是这件至宝？本座的镇虚铜镜怎么会这样？你打碎了本座的镇虚铜镜，你怎么可能打碎它？难道他隐藏了修为？逃！还想跑？
藏进浅层层虚空也没用。不可能！你竟真的如此强大！仙灵城禁止争斗，你敢杀本座，执法队不会放过你！是仙君。禽兽，你涉嫌屠戮玄仙境修士，束手就擒吧！就凭你们？吴总管来的正好，此人目无王法，随我一同拿下！住口！秦公子管教无方，冒犯了你。今夜有贼人潜入我住处，意图刺杀，我已将其诛杀，不知此举是否违反了禁令？大人言重了，此贼死不足惜。是啊，大人英明。贼人不止一个。哼，叛贼休走，全军追击！没什么事，就散去吧。本座还要休息。面对仙君，压力太大了。此处交由你收尾，我去向城主禀报。是。秦陋竟能伪装天仙气息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仙君境，本座看走眼了，他竟隐藏了修为。明日该亲自见一见这位道友。突破到仙君境界，内世界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内世界成长后，我也能掌控一些世界之力了。世界之力果然恐怖，只是一缕就能引发如此大的动静。若是演化到极致，说不定能成为第二个仙界。以自己现在仙君4重的修为，对上仙君巅峰还是没问题的。到时就算碰上势均力敌的对手，耗也能耗死对方。道友，老夫花玄，可否相见？花玄道友，大锤道友。那个前辈，叫我大锤就好。花玄道友此来有事？老夫得知道友昨日受到宵小冒犯，特意前来看望。都是城中护卫失策，还希望道友不要放在心上。这貌似和城主府没有太大关系吧？道友还是直说吧，不必如此遮掩。道友说的不错，老夫此来确实还有另外一件事。道友精通寻源之术，应该也知道仙谷战场吧？你是说那个挖掘原石的地方？各大石坊出售的原石，好像从什么古战场挖出来的，只是不知道这和仙谷战场
是不是一个地方？不错，仙灵城内所有的原石都是出自仙谷战场，在那片战场中有无数大机缘，仙灵城中各大豪族也会寻找机缘挖掘原石。1个月后日子就到了，老夫想邀请道友一起，邀请自己一起前去。机缘哪有这么好得的？花玄道友，恐怕这仙谷战场不好走吧？道友说的不错，虽说大战过早已过去，但由于演变成为一处兄弟，不过我们只是在外围区域活动，威胁要相对小上许多。仙界和天外一族的战场，道友不知天外一族，其实老夫也只是从古籍记载中看过一些。据记载，每隔100万年会卷起一次潮汐，届时便会乘潮汐而来，与仙界爆发大战。所以每次混沌潮汐升起之时，仙界都会面临巨大的威胁。混沌潮汐，天外一族，若真如此，那仙界岂不是每100万年都会经历一场劫难？恐怕那些仙宝都是大战中陨落修士遗留出来的吧？花玄道友，我还有个问题。花家身为仙灵城主宰者，仙君境应该不止道友一个吧？就不怕我分走属于你们的机缘？唉，既然道友问了，老夫也不怕和你如实说。花家除了老夫外，确实还有2名仙君，只不过贪心进入中区，碰上了强大的邪物，虽然侥幸逃出，但也遭受恐怖创伤。原来如此，看来那仙谷战场确实凶险。道友意下如何？1个月后，可愿随城主府一起前往仙谷战场？只是希望遇到强大的邪物，道友能够援手1、2。这一次前往仙谷战场，只有寻到养神花，才能让2位兄长恢复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道友不如和老夫去城主府小住1月，1月之后，我们直接前往仙谷战场。也好。大人，从今日开始，你不用为我带路了。大人，能不能让我跟着您？跟着本座？你还是自己好生修炼吧。本座不需要人跟着。可是，大人，我……只要你在城中，便没人敢觊觎你身上的仙缘。大锤，石坊刚好还需要人，让他去吧。这就是城主府。道友，这不光是城主府，同时也是我花家的族地。道友，请吧。道友，这1个月就先委屈你在此住下了。道友若是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和一会儿来的侍从说。花玄道友客气了，道友若是还有事，先离开即可，不用再次陪同。那老夫就先告辞了。儿子，这是外界！你个臭小子，
终于将老子放出来了！哈哈哈哈。这里算比较安全，放你们出来透透气。你们自己找个房间住下吧。过几天再带你们出去看看仙界的风光。小弟，你真的认识那位仙君？还以道友相称？大姐，你还别不信，小弟我啊，这次是站起来了。识相就快点放开我，不然……我看你个臭小子是皮痒了。哎呦，别打了！打人不打脸，打脸我还手了！唉，二少爷又在挨揍了，这次好像叫的比以前都惨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打完收工。好啦，不要装死。你过来，姐姐有事要拜托你。求我办事还要先揍我一顿？怎么？有问题？没问题，不敢有问题。大姐，你说是不是城中哪个纨绔又纠缠你了？你说出来，小弟现在就去将他捆捆捏碎。不是这个，小弟啊，等下你带姐姐去拜见一下那位前辈，让姐姐也认识一下。现在贸然上门打扰，怕会惹对方不高兴。怎么？不行。臭小子，你说和那位前辈相识，该不会是假的吧？假不了一点儿。走走走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大小姐，二少爷，吴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二少爷，这是三大别让交给你的，要你亲自送到那位大人手上。就说是程主府给他的报酬。报酬？吴伯放心，我这就去拜见前辈，将这个交给他。好小子，有这样的好东西，也不早点拿给你老子我。慢点吃，没人和你们抢。到，前辈，坐。多谢前辈。无需客气。如此浓郁的生命气息，这茶水定不是凡物。两位，来此可是有事？前辈，这是三爷爷让我交给你的。三爷爷，是花玄当时说过的话。30万极品仙元，这些仙元正是现在十分需要的。花玄道友的意思我已经明白，你们放心。这次仙谷战场之行，若是真碰上什么危难，我不会袖手旁观。多谢前辈。你们无需如此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出手是在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。若碰上大家伙，也只能先顾自己。我去过不少次仙谷战场，只是在最外围区域。天仙三重，
居然去过不少次仙谷战场。仙谷战场外围也会出现强者残念凝聚成的邪物，那些东西不人不鬼，阴煞极重，越往深处越危险。我们就先不打扰前辈了。死狗！你不是说可以通过仙门回到仙界吗？这是哪里？你到底给老子干到什么地方了？死算命的，你放开！这只是小失误而已，本王可以确定这就是仙界。给本王一些时间，肯定可以带你离开。其实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离开？怎么离开？外面有那些鬼东西守着，出去就被秒了。我们被困在这个洞窟已经很久了，外面到处都是那些不人不鬼的东西。这个鬼地方连一丝一毫灵气都没有，资源耗尽就会被彻底困死。死骗子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1个月了，仙谷战场，我来了。前辈，要走了吗？是的，1月已到，三爷爷已经准备好一切，让我来请前辈。既然已经准备好，那便走吧。居然都是玄仙，花玄道友，这些人都是要去仙谷战场。道友，相信你已经知道城主府的情况。这次仙谷战场若是找不到养神花，恐怕整个城主府将会迎来大难。看来城主府的情况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严重。所以，即便知道此举危险，老夫也无其他办法了。这边一切都已经准备好，道友若无其他事，我们这就出发。出发吧。出发。这是仙谷战场。前辈，这只是家族设在仙谷战场外的一个传送地点，距离真正的仙谷战场还有10万里距离。原来如此。道友，我们出去。这还未进入仙谷战场便是这样，那战场里面该是何等场景？前辈，三爷爷，我们走吧。这就是仙谷战场吗？
找死！给姑奶奶死来！哼，区区一个真仙境的邪物，也敢偷袭姑奶奶我？好家伙，着实彪悍，真是不知死活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反差萌吗？这里居然还对神念有压制，仙君巅峰都只能勉强覆盖千里。这股阴煞里夹着无数混乱念头记忆，这黑影恐怕不是边缘区域该有的普通邪物。仙君境的邪魂，好强大！换做我自己，绝对不可能如此轻易接下。这种修为至少都是2重境界的仙君。三爷爷，前辈，那座古山下就是一个矿洞，我们以往的那些原石，有大部分都是在里面挖掘的。之前被大爷爷、二爷爷打散一个，不知为何现在又出现了一个。道友，你我联手将这只镇杀吧。时间拖得太长，恐怕会引来其他的鬼东西。无需如此，等我片刻即可。堂堂仙君境的邪魂，就这么被随手拍死了。花玄道友，解决了，我们继续走吧。怎么，玲珑姑娘有事？没事。以刚才的动静，我们还是先离开吧。那人修为在什么境界？哼，那人修为虽然强大，但最多也就3重巅峰而已，绝不可能有仙君4重。你们最好不要有收手的念头。如此多邪魂，前方邪魂不下数百，最中心武道气息达到了仙君层次。如果他之前真的走过这条路，不可能还有命逃走。怎么会？怎么会多出这么多古山？还有邪物，以前明明没有的。看来这仙谷战场中发生了某些变故啊。道友，我们还是绕开此地吧。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？完了！5尊仙君邪魂，必死之局。道友，你逃吧。如果可以，
帮老夫将小玲珑带出去，不要回仙灵城了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花玄道友，区区5个仙君境邪魂而已，交给我就好。果然还跟着。先让他们以为还有机会。那几头邪魂最少都是仙君3重以上的存在，随便来一头我都不是对手。可秦道友居然以1敌5。玲珑丫头，你待在这儿别动，三爷爷去帮秦道友。花玄道友再坚持片刻，本座可以将这几个鬼东西斩杀。哈哈哈哈！好，那小子死定了。就算他修为达到仙君5重又如何？一人独占4头邪魂，不错，必死无疑。哼，仙君境5重，哼，最后不过是为本座做嫁衣罢了。老骗子，你仔细听，这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干架？终于有人来这个鬼地方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死狗，不要自欺欺人了。你知道外面是什么人吗？人家凭什么带你出去？别到时候没出去，反而被人给炖了。毕竟你这个品种的狗，就算在仙界也是大补。老骗子，你说什么？结束了。秦道友，秦道友，你将那几头邪魂都杀了？不错，已经全部斩杀。还真是。道友，你这是秘法反噬了。前辈，前辈，我没事，只是动用了禁术，消耗过大而已。不如还是埋葬在这儿吧。不，我想你搞错了，不是我们埋藏在这儿，是你们。怎么会？你没受到禁法反噬？你炸老子！
道友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往中部去？中部一定会进的，不过在此之前，还需要见一见两位故人。看来因为刚才的大战，附近游荡的那些鬼东西都被吓走了。死狗，我们这次说不定真的能出去。老骗子，松开你的爪子！完犊子了！是圣体！你！两位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？道爷，我惨啊！都是这个死狗说什么自己是上界大族流落的生灵，可以凭借仙宝和血脉指引回归上界，结果就到了这个鬼地方！老骗子，你给本王松手！哎呀，插他眼睛啊！偷他桃子，看着就疼。小玲珑，闭嘴！吞日犬一族，只是这只吞日犬竟然连飞仙境修为都没有。好了，小黑子，你本是上界生灵，在这仙界中还有族群。不错，圣体，我们做个交易如何？你想雇佣我100万下品仙元，如何？看在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份上，我可以护送你回族群。我不喜欢下品仙元，还是给我极品仙元吧。100万极品仙元。什么？100万极品仙元？小子，你知不知道100万极品仙元是多少？你这是趁火打劫！你们说的不错，就是打劫。这股气息与之前大战中那股恐怖气息一模一样。那个圣体，我刚刚好像听到那老头说你是仙君境大修士。圣体，只要你让我安然无恙回到族内，100万极品仙元，我可以给你。既然这样，我倒是可以护送你回族群。此期间，你要保证我们的安全。花玄道友，我们走吧。好。无贪叔兄，这鬼地方不好闯，你确定里面有养神花？这片战场死了无数修士与异族强者，里面残留的强者残魂，正是催生养神花的绝佳养料。消息是我花大价钱从天机阁买来的，以天机阁声誉，不会用假消息糊弄人。若非神魂裂痕，也不必冒险来此。仙门降临下界，终究引来了天道反噬，养神花才能最快愈合神魂裂痕。那两个蠢货，也不知下界遭遇了什么，居然会陨落，害得你我苦心白费，还遭受反噬。莫言师弟，走吧。养神花。奇怪，这里怎会如此安静？秦道友，这仙谷战场恐怕真是出现变故了。圣体，不，秦老大，要不我们快点离开吧？老道精通周天推演，刚才心生感应，前方有大凶险。若秦道友退走，我们也无法深入。死狗，想走可以自己离开。凉了凉了，这女人太狠了。老道一把年纪了，别搞啊！
好了，再多寻些宝物原矿，也许就能兑换足够仙元，冲击仙王。花道友，继续走吧。好。那里有东西。这坟头一样的地方，怎么看都不像善地。养神花，灰色无叶，花开9瓣，其上魂影隐现，与图谱记录一模一样，一定是养神花。找到了，仙古战场中还能留下完整肉身，生前必定不凡。这样的强者若滋生邪物，绝不会简单。秦道友，山包里面有东西。花道友，我们好像碰上大家伙了。能让秦道友成为大家伙，至少也是仙君6重往上，那是什么境界的存在？道友能对付吗？像仙王，又似乎还差一些。丁，宿主，这个我知道啊，一头相当于半个仙王的小邪魂而已，宿主可以放心干他，你行的。没事，区区仙君巅峰之上而已。区区仙君巅峰之上？难道前辈竟是仙王境巨头？吹牛归吹牛，等会儿可别丢下狗爷。三城主，养神花找到了，你们为本座采摘回来。是。你去将养神花采下，务必不能损坏丝毫。是。这地方不对劲，有些冷啊。不算毁坏养神花，也不能惊动那东西。身体僵了，出现变故了。还不到时候。只要踩下它，就能退走。根下有能量丝线，连接地下深处。不好，不好！哼，现在再可以出手了。大胆！这还打个屁呀！宝物先收起来，接下来才是正主。该死，人族！你敢抢夺本王的仙宝！出来了。那是什么？邪魂吗？还是修士？三爷爷，那个是邪魂吗？前辈不会有事吧？不必担心，秦道友既然说了不足畏惧，想来能对付。人族，刚才是你出手取走了本王的仙宝，拥有灵智，还凝聚出真正血肉躯。好，很好，人族，你的肉身很强大，本王很喜欢。本王想离开这里，需要更换一副外界躯体。想夺舍我的肉身？你取走本王仙草，便用这具肉身来交换吧。